给过了。是啊，娘，你早就给过王妃了。给过了，给过了。还望郡主不要介意。乐嫔娘娘这样子多久了？娘娘3年前还算正常，只是偶尔会忘事，是这3年开始逐渐加重的。娘，王妃是神医，让她给你诊诊平安脉。乐嫔娘娘她……这时，乐嫔猛地站起身，开始在屋子里四处逃窜，像是在躲着什么人。苏若锦见状，上前拿出一颗药，塞到了乐嫔嘴里，吃了药。乐嫔随后眼睛一闭，昏睡了过去。二皇子，赵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。姐妹妹，你吓到我了。别哭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，没事吗？姐妹妹，刚才可吓死我了，你怎么来到二皇子这儿了？苏若锦简单把事情说了一下。所以你是故意让人抓到你的？不然我怎么知道这背后是三皇子搞的鬼呢？那你不是先和我们说一声？好啦，宁表姐，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，我一定事先和你说，我保证。你还想有下次？没了没了，谢过二皇子。赵小姐不必多礼，我本也有事相求于郡主，算是互帮互利吧，谈不上谢。郡主，我娘的病……二皇子，恕我直言，乐嫔娘娘中毒时间太久，神智受损严重，想完全恢复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我只能做到让她不会再突然发狂，至于神智能恢复多少，只能看娘娘的运气了。是我没有照顾好娘，辛苦郡主了。二皇子，你是怎么让乐嫔娘娘不在祈福现场的？我娘在大家眼中本就痴傻，不能让人离太近，找身材相似的人蒙上面纱，没人能看出来。这样吧，我回去做些药丸，二皇子让人来照服去，乐嫔娘娘服用也能有效果，只是药的时间稍长一些。多谢郡主。姐妹妹，三皇子明天醒来找我们麻烦可怎么办？这死丫头到底给他喂了什么药？姐妹妹，三皇子明天醒来找我们麻烦可怎么办？他明天醒不过来，袁绍吃的那颗药，除了让他半年内无法人道，要想醒来，最快也是3天后了。另一边，朱朝跪在天一道长面前，启禀师尊，三皇子已经昏迷。何故？被一蒙面黑衣人打击的，应该是赵家的护卫。长乐郡主给其下了药，恕弟子医术浅薄，看不出郡主给三皇子服的是什么药。那个长乐郡主据说颇有些医术在身，她一个小姑娘，医术又能强到哪儿去？这死丫头到底给她喂了什么药？我居然解不了。翌日，苏若锦才刚醒，就有丫鬟来报：表小姐，风影公子求见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当苏若锦出现在风影面前时，风影嘴角不自觉地噙上一抹笑，想念多时，终是见到了。苏若锦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方，看向风影的眼神没有一丝男女之情。风影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扯了一下，隐隐生痛。见过小姐。风影，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客气？一路辛苦了，快坐，喝口茶歇歇。打开风影带来的药材，很是高兴。有了这些，表哥应该很快就能醒来了。风影，你来的也正好，我也有些事需要你去办。小姐尽管吩咐，风影万死不辞。没那么严重，不急，这事晚点说也不迟。你先休整几天。好，我让人带你下去休息，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姐妹妹，这是……正是你想的那样，表哥的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祖父。舅祖父，表姐，你们先出去，我需要施针帮助表哥吸收药物。好好，我们出去。半个时辰之后，门开了，苏若锦走了出来，赵光涛眼里全是期待。小姐如何？若是没意外，明天表哥就能醒来。醒来后他会是什么状况，到时候才知道。小姐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舅祖父，我说过我们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待一儿醒了，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你。姐妹妹，我哥可收藏了好多宝贝，等他醒了，我让他都拿出来送给你。好，我等着。因为苏若锦3天都把自己关在药房里，又是赵静宁亲自送饭，卢管家根本没找到机会下手。赵静怡已经警告过他了，若还是不动手，那下次就会带他儿子的一只耳朵来见他了。卢管家急得不行，今天见苏若锦出了药房，终于找到机会了。表小姐，奴婢来给你送燕窝。进来吧。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燕窝，刚想喝下，眼角微挑，放下了勺子。哟，这是哪个不怕死的送上门了？居然要对他用幽冥散。他久没回天一阁，怎不知现在有人敢用天一阁的毒药来害人了。毛毛，一直在他床上睡觉的毛毛醒了过来，飞到了苏若锦怀里。喏，这个给你吃，大补。燕窝配剧毒药，对毛毛来说确实是美味。毛毛叫了2声，就把头埋在碗里，滋溜几下，一碗燕窝
窝就见了底。乖乖去睡觉，晚点再给你弄好吃的。苏若锦收拾了一下，走出了房门。风影，幽冥伞，云奇有几个大夫生领过？我记得云奇仅有3名大夫领过幽冥伞，但具体是哪3人，我有些记不清了。我这就写信回去问格里小姐，你为何突然问起幽冥伞？因为我刚在送来的燕窝里闻到幽冥伞熟悉的味道了。风影急了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幽冥伞是我研究出来的，怎么会有事？等你有了消息来告诉我一声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3天没好好睡一觉，累死了。走了。卢管家这边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，他让丫鬟给府里各位主子都送去了燕窝。对赵府来说，本也是常事，不会有人怀疑。他可是用了100两黄金换来的幽冥伞，无色无味，加入苏若锦那碗燕窝里，绝不会被人发现。一旦苏若锦毒发，半夜他就会点燃火焰，做成苏若锦是意外走水而死。卢管家算算时间，也差不多了，趁着夜色来到了苏若锦的院子。他轻手轻脚来到苏若锦的房间，刚想推门进去，就被人打晕了。就这还想害主子？这么晚了，可别让他打扰了主子休息，先绑起来。第二天4时钟，赵静怡醒来第一句就问：丽丽人死了吗？侧妃，府里一切如常，没有什么动静。这个陆荣敢耍我！侧妃，赵大公子醒了。什么？小锦，怡儿这是怎么了？舅祖父，你别急，表哥只是睁眼，但人还没有完全醒，还得调整几天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祖父，我听说大哥醒了。这醒了，眼珠怎么不会转呀？看着像个傻子，莫不是醒是醒了，却成了个傻子？赵静怡的心里乐开了花，她心里这样想，面上不敢表现出来。哎呀，祖父，大哥这是……都先出去，我要失针了。好，我们先出去。祖父啊，大哥这是……你大哥还不算完全醒来，只是会睁眼，但没有任何的意识。赵静怡心下长舒一口气。哎呀，祖父你别急，有锦表妹在，大哥不会有事的。半个时辰后，苏若锦出来了。舅祖父别急，表哥身体没有太多问题，只是昏睡太久，脑子需要一段时间适应，具体什么时候能真正醒来，只能看大哥的意志了。宁表姐，若你有时间，可以多和表哥说说话，有利于他清醒过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锦表妹啊，你的意思是大哥真的能醒来？赵侧妃，若我没记错，依云奇的规矩，你是不是应该向我行礼，并称一声郡主？赵静怡捏紧拳头，压下心头的怒火，勉强扯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祖父和姐姐也是如此称呼，叫表妹比较亲近一些。况且，赵侧妃，本郡主可不敢高攀你这样的亲人，以后你我之间还是按照品阶来论，该如何就请赵侧妃依规而行，否则传出去只会让人说赵侧妃不懂礼仪，有损三皇子府的脸面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赵静怡再也维持不住脸上的笑意，一甩袖直接离开了。她觉得自己再待下去，铁定得被苏若锦气死了。陆荣，你个废物！要是今天还不让苏若锦死，我就让人杀了你的儿子。按一，主子有何吩咐？昨晚抓的人是什么情况？回主子，那人是鲁荣，他已经招了，是赵侧妃绑了他的儿子，逼他这样做的。哦，这么说，鲁荣是三皇子的人了。谁给他的幽冥伞？他说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他不过是在云奇暗网上发布求购信息，就有人联系他，以100两黄金的价格卖给他的。鲁荣儿子呢？关在城中幽关巷一间废弃的屋子里，有专人看守，要把人救出来吗？想办法把人救出来，尽量别惊动人。是。安一走后，小姐，天一阁来信了。风影恭敬地递上一个小卷筒，名单上居然有2个是老熟人，3个人，一人为云奇太医院院使，一人是天一道长，还有一人正是周磊。这3人或多或少都与云奇的皇室有关联，谁都有可能是出售幽冥伞之人。风影，我要在云奇设立天一阁分部，以及暗盟分舵，这事交给别人我不放心，只信得过你。你明日就回大处，从天一阁调5位大夫，再让云娘挑几位得力的人前来云奇。谨遵阁主之令。这是天一阁和暗盟的大事，风影自也慎重对待。可他刚见到苏若锦没多久，又要离开了吗？风影的心里涌上一丝微苦。先去准备一下，有什么需要直接说，接下来你会很辛苦。能为小姐办事，我自当全力以赴。风影这一走，又要许久才能回到云奇了。下次见到苏若锦，也不知道是何时。有些话再不说，可能就没机会了。风影鼓足勇气，正准备开口。对了，你顺便把这封信交给萧燕初。风影接过信，很厚，所以不方便以信鸽传递。小姐这是有很多话要和摄政王说吗？小姐，摄政王对你好吗？苏若锦微怔，不过她也没多想。萧燕初对我很好。那你回大楚后会嫁给他吗？会。
我已经答应，回到大楚就与他成亲，到时候你和风长老都要来喝喜酒。这一刻，风影知道有些话不用说了，这一生都无法再说了。好，到时候我和祖父一定来，属下先行告退。风影行礼转身，快速离开。这风影怎么怪怪的，还属下的，搞得这样见外。就见一堆嬷嬷丫鬟端着托盘等着他，上面全是衣服和各种头面，旁边站着笑意盈盈的赵静宁。明天就是皇后娘娘的诗令会了，这是为你准备的衣服，你挑几套带入宫里。这要全部试完，他不得崩溃了。苏若锦眼珠一转，捂住了头。哎呀，表姐，我有些头晕，许氏还没休息好，要不你替我挑几套得了，反正明天你要和我一起进宫的。季妹妹，你怎么了？要不要给你叫福衣？表姐，别忘了我自己就是大夫，我是没休息好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你快去休息吧，一切有我。好的，辛苦表姐了。这位姐姐看着面生，不知是哪家小姐。赵家之女。原来是赵小姐，想必赵小姐是第一次参加诗令会吧？可有准备好什么好诗词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赵小姐出身商贾之家，平时只和铜臭之物打交道，哪有机会研究诗词歌赋呢？说到这儿，贾莹莹拿起帕子捂嘴轻笑一声，旁边围观的世家小姐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不过赵小姐也别难过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商贾之女，一会儿做不出什么好的诗词，也不会有人笑你的。若你实在做不出来，我可以指导指导你，以免待会儿丢人，如何？苏若锦淡淡扫了眼贾莹莹。你是谁？我家小姐乃户部尚书嫡女，她是贾尚书嫡女贾莹莹。哦，户部尚书之女是吧？既是户部尚书之女，应多少懂些朝廷税赋知识吧？那贾小姐可知云齐的税赋有多少来自你们这些勋贵世家，又有多少来自商贾之家？若没有商贾，贾小姐你如何能穿金戴银？你凭什么瞧不起商贾？我所穿所用，自有父亲为我操持，我父为朝廷出力，领有俸银，哪需要你们的臭钱？臭钱？那请问贾小姐，户部尚书的俸银又是从何而来？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吗？自是有圣上拨付。那圣上的银钱又是从何而来？圣上是天子，自有上天庇佑，有无数的金山银山，哪会缺银子？照贾小姐这样说，云齐国库定当充实无比。那是自然。既然如此，我回府定让父亲上奏皇上，让贾尚书快些把边境大需所需银两拨付下来。邢月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让你多事。这是邢月，平东将军邢秦之女，从小喜欢舞枪弄棍，像个男孩子。邢家和户部尚书关系不太好，据说是因为有次邢将军带兵打仗，贾尚书一直拖延，没按时把粮草送至前线，饿死了不少将士。作为贾尚书的千金，自当是知道不少内幕。贾小姐都这样说了，我哪能不信？否则贾小姐不就成了胡说八道之人了？你才胡说八道！没想到堂堂户部尚书之女，竟不知道一国之财政根基来源于税赋。不但是贾小姐你的衣食住行离不开云齐的商贾们，我们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如此。若没有商贾，贾小姐你每日如何能吃到新鲜的瓜果蔬菜，又如何能穿到你今天这一身波斯锦？难不成贾小姐每天睁开眼睛，这些东西就会凭空出现吗？商贾靠本事赚钱，依例上缴税赋，用来建设云齐的每一条街道、楼宇、防御的城墙。请问贾小姐，你为云齐做了什么？他们凭何要被你轻贱至此？邢月听到这话，眼睛一闪，仔细打量起了这位赵小姐，眼里多了一些欣赏。秀萍商贾就是贱民。说得好。一个男子的声音响起，一辆马车停下。都起来吧。莹莹谢过大皇子夸奖。贾小姐，本皇子何时夸奖过贾尚书？真是教女无方啊！堂堂一品大名的嫡女，一股子小家子味儿。听到这话，贾莹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大皇子当着这么多人说他一股小家子味儿，此话传出去，别说皇子了，哪怕一般的王爷世子，甚至是一品官员家的嫡子，谁还敢娶她呀？郡主何须在此排队？说完，云前怒骂周围维持秩序的工人：你们这些没长眼的，怎能让长乐郡主在此排队等候啊？大皇子恕罪，我们不知长乐郡主驾到，怠慢了郡主，请大皇子郡主恕罪，请大皇子郡主恕罪。都给我拖下去，杖责30大板。等等，大皇子，是我没报身份，不怪他们。既然长乐郡主为你们求情，那算了，还不快谢谢郡主。多谢郡主，多谢郡主。起来吧，别误了时令会的时辰。是，大皇子。贾莹莹这时只觉得头更晕了，自己挑衅之人居然是郡主。再想到之前自己对苏若锦说的话，一口气上不来，真的晕了过去。郡主与我一同进宫如何？如此有劳大皇子了。三星公主到。
就见一位小腹隆起的女子在2名宫女的搀扶下缓缓走进店里。这是安心公主，大皇子异母同胞的姐姐。儿臣见过母后。起来吧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求母后助儿臣迎娶长乐郡主。哦，贤儿，这是动心了。本宫可听说你刚才为长乐郡主出头了。母后，长乐郡主比儿臣想象的还要聪慧，若儿臣能娶了她，必是儿臣一大助力。难得贤儿如此上心，本宫一会儿可得好好会会这个长乐郡主。都起来吧，不用多礼。谢娘娘。这位就是长乐郡主啊。见过皇后娘娘。是个好孩子。快坐吧，是本宫疏忽了，你来云集都没接你进宫来聊聊。娘娘客气了，是若锦没进宫来拜见娘娘，还望娘娘见谅。母后，这长乐郡主生的一副好面容，儿臣看着真喜欢。儿臣看来，郡主和大皇帝可真配。大皇姐，长乐郡主只是来云集接祖母的。三皇帝，我也不过随口这么一提，自然做不得数，这不还得看长乐郡主的意思。公主说笑了，大皇子乃人中龙凤，若仅自问蒲柳之姿，哪能与大皇子相提并论？听闻大皇子妃是云齐第一美女，与大皇子乃天作之合，自古姻缘天注定，缘分来时谁也躲不掉。长乐郡主，本宫望你能觅得良缘。多谢娘娘。娘娘，时辰到了。去年时令会乃大皇子和胡丞相之女夺得头魁，也成就了一段佳缘。本宫希望今年能看到诸位更好的佳作，这是本宫最喜欢的一对如意，今天拿出来当头彩，看谁能抱得如意而归。时令会分3场比试，第1场每人拿出自己事先准备的最得意的诗作供大家鉴赏，第2场是皇后出题当场作诗，第3场则是随机抽签，抽到什么题就当场做出与题目相关的诗句。3场综合最优者为胜。苏若锦本就只是来走走过场，并不打算参加。见大家都交了诗作，只有苏若锦一动不动。皇后笑道：“长乐郡主不参加玩一玩吗？”回娘娘，我生性愚钝，不精通诗词，就不献丑了。素闻大楚文人辈出，怎么长乐郡主竟不通诗文？古人云术业有专攻，我只略懂一些岐黄之术，对诗词确实不精通。长乐郡主啊，来都来了，不如试一下。若郡主不愿，不参加评选便是了。苏若锦心里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反正小时候天天被四师傅追着作词写诗，大不了把当时写的诗随便拿几首出来应付一下就行了。苏若锦没准备，只能接过宫女拿来的笔墨，现场做了一首交了上去。接下来有请娘娘给出今日的题目。难得长乐郡主今天在，不如我们就以大楚云齐2国世代交好为题作诗一首。皇后这题一出，那些提前准备好诗作的公子小姐脸都垮了。这个题目相较于以具体器物为选题来说，更为宏伟，难度提升了不少。有不少人幽怨地看了苏若锦一眼，要不是她，皇后也不会出这样难的题目。就以一炷香为限，宫女点燃了香，大家埋头苦思起来。苏若锦也拿起笔来，寥寥几笔写完，悠闲地喝起了茶。赵静宁在看到苏若锦写的这2首诗后，彻底沉默了。见到锦妹妹所写的诗，别说是她了，就是祖父当初给她请的夫子，也未必能做得出来。一炷香的时间很快到了，宫女和之前一样，收集了大家做的诗，交由3位夫子评判。孙皇后斜了一眼，看到3位夫子频频对着一个诗作窃窃私语，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她心里有些得意，这次的题目她早已事先告知钱儿，有钱儿那些幕僚的帮忙，钱儿的诗作定当一鸣惊人。至于第3场的抽签，有她安排，钱儿自然能抽到想要的题目。苏若锦抽到的签是梅花，看到这题目不由想起当年四师傅让他以梅花为诗，他不愿做，直接把院子后面四师傅种的梅花全都给斩了，美其名曰看不到梅花怎么作诗，把四师傅气得抹起了眼泪。看着师傅被自己气哭，苏若锦过意不去，只得乖乖跟着四师傅写诗作画学琴。回忆当年，苏若锦提笔写出了自己当年做的梅花赞，得祭酒一些时间，不知可有谁愿表演节目。就在这时，安心公主突然露出痛苦的脸色，捂着肚子倒了下来。公主，怎么回事？血！启禀娘娘，公主见红了，快传太医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孙皇后也无心再继续时令会了，让大家散了，随后自会公布结果，彩头也自会送到各自的府上。她跟着安心离开了，苏若锦也准备离开，被云前叫住了。
长乐郡主，我知道你擅长女科，能否请你留下看看皇姐的情况？承蒙大皇子看得起，那就请大皇子带路。皇后和大皇子都走了，贾莹莹眼珠一转，走到祭酒身边行礼。祭酒大人，可否让我一睹长乐郡主的佳作？贾小姐，这是长乐郡主所做之事。贾莹莹迫不及待拿过来，大声念了出来。她就是要让大家听听苏若锦的诗作得有多烂。贾莹莹的声音确实引来了众人的注意，所有人都看向她这边，可她的声音却越念越小，到最后直接无声了，脸也变得惨白，拿着纸张的手都有些微微颤抖。公主只是动了胎气，失了针就没事了。不过最近一段时间，公主还是卧床休息为好。大皇子，公主一切安好，我就先告辞了。郡主，皇后娘娘有请。苏若锦跟着孔嬷嬷来到一个房里，郡主请稍后，娘娘一会儿就过来。房里燃着的香，味道很好闻。苏若锦叹了口气，这云齐皇宫里的人怎么只会这一招，就不能换点其他的招数吗？是吧？就当吃糖豆了。他们又下药了。走，找个舒服的地方躺着。若他没猜错，一会儿进来的应该是云钱了。郡主，怎么是你？来的不应该是大皇子吗？看着云浩红的不正常的面孔，他拿出一颗药扔给云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苏若锦也没弄明白，这皇后娘娘玩的是哪一出啊？没事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云浩，你个畜生，竟敢如此对长乐郡主，我杀了你！大皇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云浩，你居然敢玷污长乐郡主，我只有杀了你，向大楚谢罪。皇子，二皇子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凤嬷嬷说皇后娘娘要见我，让我在这儿等。我进来只觉得有些头晕，就靠在贵妃榻上睡着了。云钱刚冲进来时，直接就往床上冲，压根儿没有注意到一旁的贵妃榻。那他是谁？云钱忙转过头看向床上，就见赵静宁满脸惊恐地看着他们。赵小姐，大皇子，二皇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二弟想要玷污赵小姐，还好我及时赶到。这是怎么了？浩儿，本宫对你太失望了。母后，刚有宫人带儿臣来这里等母后，儿臣进来只觉得头晕燥热，不知怎么就躺在了床上。娘娘，孔嬷嬷带我和宁表姐来这屋里等待娘娘召见，可不知为何进了屋就有些犯困，我和表姐都睡着了，醒来就看到了这一幕。郡主的意思是这房间有问题？并无此意，只是向娘娘说明情况。去，请王院士过来，本宫倒要看看，在本宫的宫里谁敢动手脚。是。娘娘，王院士仔仔细细的把屋里每个角落都检查了一遍，什么都没发现。郡主可满意了？娘娘乃明察秋毫之人，若仅敬佩，自当无异议。浩儿，此事你当如何呀？母后，此事与赵小姐无关，儿臣甘愿受罚。郡主，你看呢？娘娘，在我来看，此事不过是误会，本也没造成什么恶果，今天就当此事没发生吧。既然郡主这样说了，那此事就作罢。谁敢把今天之事传出去，别怪本宫无情。是。娘娘，既然无事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钱儿，送郡主。长乐郡主来云齐，我未曾亲自去迎接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还望郡主笑纳。多谢大皇子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俗话说无功不受禄，这样贵重的礼物我实在担不起。大皇子就送到这儿吧，告辞。有意思，长乐郡主，你真是与众不同。母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变成赵小姐和云浩躺床上了？这么点小事你就控制不住火气了？这个苏若锦比我们想的还难对付，得再想想办法。娘娘，祭酒大人说诗令会的名次出来了。见过娘娘，这是此次诗令会前3名的诗作。哦，给本宫看看。孙玉莹，孙太傅的孙女，也是孙皇后堂侄女，今年刚及笄。玉莹这诗做得不错，父王祖父从小悉心教导。孙小姐诗作确实一枝独秀，此次诗令会乃大皇子与孙小姐获得第1名。不错。对了，那长乐郡主所作如何呀？有玉莹一半的水平吗？郡主所作放在左边，还请娘娘品鉴。孙皇后看到魏祭酒的反应，有些好奇，这苏若锦写的是有多差呀？让祭酒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了。这一眼让孙皇后瞳孔微微放大，又忍不住仔细看了几遍。魏祭酒，这真是长乐郡主所作？回娘娘，均为郡主所作。当时微臣们也仔细观察郡主作诗，都是现场所写，无作弊可能。你自己看吧。云钱狐疑的接过来看了一眼，整个人有些呆住。母后，这真是苏若锦写的？钱儿，等着吧，母后定会让你心愿得偿。老爷，老奴对不起你。老爷，赵侧妃用小儿的性命威胁老奴实在没办法呀。老奴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老爷。求老爷看在老奴为赵家忠心耿耿的份上，求老爷饶了老奴这一次。卢管家，
我自问待你不，你儿子的命是命，小锦的命就不是命了。卢管家，我念在你对赵府也算有苦功，从明天起，你举朔城庄子上吧。卢管家愣住了，朔城离云城有千里之远，是个偏远的苦寒之地，这一去，他此生就再也回不了云城了。老爷，老奴自知对不起你，对不起郡主，老奴有个不情之请，能否求老爷救出小儿？老奴愿来世做牛做马，报答老爷的恩情。爹，壮儿，孩子跑进卢管家怀中哭了起来。是小锦派人把你儿子救出来的，你若最开始就和我说这个事儿，就不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郡主，是老奴对不起你，来世老奴定当还郡主的恩情。去吧，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出发。小锦、莹儿，我们走。老爷，你要小心三皇子和赵侧妃。卢管家，孩子还小，离不开父亲。奴多谢郡主。第二日，赵家收到消息，卢管家自尽了。祖父已经饶他一命，这卢管家为何还要自尽？他这是在为家人争个好前程。若他不死，全家都得去速城，从此远离云城，在苦寒之地，或许经历几代人都无法再走出来。而他这一死，以舅祖父的为人，必不会再为难他的家人。你是谁？苏若锦心下一喜，忙冲过去替赵廷义再诊了下脉。别碰我！太好了，表哥醒了。看来那5颗针只是麻痹了他的大脑，并没有真正伤到大脑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只要表哥能说话，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，而且他的身体没有其他问题，能恢复得很快。哥，你醒了。莹儿，哥，你终于醒了，哥。我不哭。好，不哭，我不哭。哥，我这就去告诉祖父，祖父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祖父，叶儿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小锦啊，你是我们赵家的恩人啊，舅祖父已不知该如何谢你了。要不把我赵家一半的家产转移到你的名下吧。舅祖父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何来两家话？再说了，我不懂经商，你真把赵家一半家产转给我，就不怕我给你都败光了？我还要回大楚的，可不想背这么大个负担，你还是别为难我了。哎，你呀，别人想要赵家的家产，求而不得，你倒好，送上门的还往外推，还把它当成负担。舅祖父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只想做个有钱花，什么事也不想操心的米虫。好，舅祖父让你表哥去赚钱，到时候咱们小锦想花多少就有多少。这就是我父皇一直在吃的药。你是怎么拿到的？父皇迷恋女色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投其所好，找了个女子送入宫中。最近她成了父皇的心头宠。回去研究一下，到时候再给你消息。好，我听说三皇兄最近要带赵侧妃和赵廷松回赵家老宅，没想到二皇子也在三皇府安插了人。云浩笑而不答，算是默认了。不知为何，苏若锦觉得自己在云浩身上看到了萧燕初的影子，果然不愧是师兄弟啊。回到赵府，苏若锦来到了赵光涛房间，把云韶要去赵家老宅的事儿说了一下。他们终是要动手了，小锦就按计划来吧。好的，舅祖父你放心，我会留赵静怡和赵廷松一条命的。老爷，二公子回来了。苏若锦和赵光涛对视了一眼，赵廷松果然回来了。孙儿见过祖父，恭喜祖父恢复身体。孙儿忙着打理庆州的生意，未能及时回来祖父身边尽孝，还请祖父见谅。祖父，这是天一道长炼制的益寿丹，我好不容易托人买到的，特来孝敬祖父。孙儿有心了。赵廷松脸色一僵，他没想到整个云集千金都难买的益寿丹，祖父却没有一丝惊喜之意。祖父，我听闻大哥已经醒过来，身体转好，我现在就去看看大哥。恭喜大哥身体康复啊！二弟客气了。大哥，这是天一道长炼制的气血丹，能帮你快点恢复身体。有劳二弟了。赵廷松感觉一口气堵得慌，这一个两个的是怎么了？这可是天一道长炼制的益寿丹和气血丹呢，寻常人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。祖父和大哥怎么就这反应？祖父、姑祖母、各位赵氏族老，我赵静怡曾因嫉妒锦妹长乐郡主的美貌，甚至怀疑三皇子对她有意，
因此做下了错事。如今我已深知是自己错怪了郡主，若只是普通的赔礼道歉，无法代表我的歉意。今天我特意当着祖父、姑祖母以及赵家诸位族老长辈的面，诚恳地向郡主道歉，以示诚意，请大家见谅，还望郡主能原谅我曾经做的一切。苏若锦眉眼微挑，一言不发地看着赵静怡。郡主可是怀疑这茶里有毒？赵静怡把茶杯放到嘴边，一饮而尽，以示证明茶水无毒。这时绿柳端着托盘走上前，郡主啊，我之前出于嫉妒做下了错事，今天我当着全族的面特向你赔罪。我已经知道错了，还望郡主能不计前嫌，收下我的心意。看到苏若锦依然没有任何动作，郡主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家主，你看这……赵光涛也看不懂赵静怡在玩什么。小姐，要不你就收下吧，这也是怡儿的一点心意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后再说。叶罗，叶罗立马明白他的意思，上来接过了绿柳手里的托盘。郡主，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肯相信我愿真心改过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叶罗有些紧张地端着托盘，他打死都不相信赵静怡能真心悔过，总觉得有什么阴谋。一会儿都跟紧我，跟上我走的每一个脚步，万不可踏错一步。苏若锦已看出来，眼前这片树林根本就是一座机关阵法，不懂的人走错了就会触发机关，一不注意只有死路一条。赵家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我以祖训开启宝库大门，以保赵家永世长存，请列祖列宗见证。赵光涛把5块玉佩依次放入凹槽中，却发现铜门没有任何动静，他脸色大变。赵家主，还是让我来放吧。赵光涛惊恐地回过头，就看到云韶带着50多名侍卫出现在了眼前。三皇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见过三皇子。怡儿辛苦了，能为殿下效力，怡儿不苦。好怡儿，你放心，今天之后赵家家主就是你哥哥了。谢过殿下。祖父，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们为何能毫发无伤地穿过你们赵家的机关阵法？这还得多亏怡儿啊，要不是他在暗中撒下米粒，我们要闯过这阵法着实得费一些力气。怡儿、松儿，你们三皇子，你欲如何？赵家主，你知道这洞门为何打不开吗？因为你手里的玉佩是假的，真正的赵家玉佩在我手里，是让我来替你打开这赵家宝库吧。所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云韶走向山洞，放入5块玉佩。可云韶脸上的笑容，在看到放入玉佩后，青铜门同样没有任何反应，就渐渐消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殿下，我确实把祖父的玉佩换出来了，不可能是假的。赵光涛，你把玉佩藏哪儿了？三皇子，此乃我赵家宝库，非赵家子孙不得入内，就不劳烦三皇子费心了。赵光涛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在云齐，你赵家宝库也是我云家的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交出玉佩。看在你是怡儿祖父的份上，我会留你一个全尸，赵家祠堂也会有你的牌位，如何？三皇子，你别欺人太甚，这云齐难道就没王法了吗？赵小姐，当初若你识相答应嫁入我皇子府，又怎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？不过本皇子心善，愿意给赵小姐一个机会，若你真心归顺于我，做我三皇子府的侍妾，我考虑留你一命，如何？三皇子，你一个不举之人，怎么还一天惦记着娶妻纳妾呀？你说什么？是你，当初是你，是我又如何？长乐郡主啊，我承认你医术不错，可这世上并非只有你懂医。本皇子现在身体一切如常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三皇子，你莫不是以为服用了虎狼之药，你的病就好了？别怪我没好心提醒你，这虎狼之药服下，你短期确实感觉自己行了，不出半月，你必将遭到反噬，终生不举。相信你父皇应该不会让一个不举之人坐上那个位置吧？你胡说！赵侧妃，我也好心提醒你一下，三皇子服用虎狼之药期间是无法让女子受孕的，你的希望恐是要破灭了。苏若锦，你少在这里给我装神弄鬼，你别以为用这样的话就能吓住我。苏若锦，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是你，云韶，是你，当初是你把我打下悬崖的。哟，景逸，你醒了呀？哎呀，不得不说，你真是命大，从那么高的悬崖掉下去，居然还没有死。景逸，我可没想过让你死，这是不巧手重了，才让你掉下悬崖。你看，我不还是下去把你寻回来了吗？不对，你把我救回来后，让人对，是一个老道，是天一道长，往我头上扎针。你居然能想起来？云韶倒有些吃惊了，他当时其实只是
想打晕赵廷义，让天一道长给他施针，结果不小心让赵廷义掉下了悬崖。长乐郡主，我还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居然真能让赵廷义醒过来。就算你能想起来又如何呢？如今除了长乐郡主，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长乐郡主，只要你能乖乖的答应，愿意来云集和亲，成为我的侧妃，我便饶你不死。和亲？给我上，都抓活的！云韶也不再等苏若锦回话，直接挥手招呼自己的侍卫动手。侍卫听命朝赵家人冲去，没想到这时冲出了暗卫与赵家的护卫，和云韶的侍卫缠斗起来。小姐，动手！苏若锦居然敢埋伏本皇子，既然你这样冥顽不灵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说完，云韶拿出一枚骨哨放入嘴里吹了起来。那是一群天灵蝎。阎罗，天罗拿出银针朝这些蝎子射了过去，暗一也抽出剑，开始清扫爬过来的天灵蝎。苏若锦发现了不对劲，他和舅祖父四人不管推到哪，这些蝎子就朝他们爬过来，根本不管其他人。按理说蝎子应该是无差别攻击的，可这些蝎子却不管不顾，只朝自己这边冲过来。舅祖父，你们在这儿待着别动，暗一保护好他们。是，主子。苏若锦则向远离几人的反方向跑去，跑出一小段距离后，他回头一看，果然如他所料，这些蝎子全都朝他这边冲过来。像这种有针对性的攻击自己，只会是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首饰。苏若锦猛地抬头看向赵静怡，苏若锦，我看你这次怎么逃。他突然看到赵静怡腰间的香囊，在这一瞬间想通了，昨天赵静怡为什么又是敬茶又是下跪又是赔礼道歉的，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他收下那些首饰，而那些首饰上沾有天灵蝎最喜欢的味道。暗二，把赵静怡腰间的香囊抢过来。正与人缠斗的暗二立马朝赵静怡冲了过去，赵静怡瞬间吓得脸色苍白，殿下救我！云韶抽剑与暗二打了起来，苏若锦最后一支银针也用完了，10多只蝎子爬到了他的脚面前。小姐，主子。和阎罗与暗一的紧张不同，苏若锦拿出一个小瓶子，对着蝎子撒出了一些液体，蝎子瞬间融化了。赵静怡看到这一幕，笑容僵在了脸上。蝎子是怎么没了的？这苏若锦还是人吗？都给我住手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殿下，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先杀了你！叶儿，祖父救我！三皇子，赵侧妃可是你的人，你用她来威胁我们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可他也是你们赵家人，若是没了他，你们要怎么打开这赵家宝库？三皇子，你留了我祖母一命，不就是为了开宝库吗？没了赵侧妃，这宝库一样能开。苏若锦，你以为赵廷松会站在你们那边？廷松过来！殿下，我在这儿就好。赵廷松，你不过来，我现在就杀了你妹妹！三皇子，我站在这儿就好。一直护在云韶身边的2名侍卫一把抓住他带了过来，剑也架在了赵廷松的脖子上。赵光涛，现在我手里有你孙子孙女，若想他们活命，就给我交出真正的玉佩，把宝库打开。祖父，救我！我可是你孙子呀，祖父！三皇子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听你的？你们现在就3个人，你觉得杀了他们2个，你们能跑得掉吗？苏若锦啊，我可是三皇子，你们若是杀了我，你说你还回得了大楚吗？赵家满门必为我陪葬。三皇子，若是在别的地方你说这话，我确实会为了赵家忌惮几分。可惜你来的是赵家禁地，你死在这儿，谁又会知道？三皇子，你看到那几只天灵蝎是怎么画的了吧？你说，若我把这个撒在你身上，等你化成一滩水，谁又能认出这是云奇的三皇子呢？你敢？三皇子，试试看，你不就知道我敢不敢了？你别过来！云韶吓得忙闪身躲避，他哪能想到苏若锦扔的不过是一个空瓶子罢了。就现在，暗一3人看准时机，立马动手。赵静怡趁这一刻挣脱云韶的钳制，向外跑去。想跑？云韶已经急红了眼，把手里的剑朝赵静怡狠狠掷了过去。叶儿，云韶这边没有剑，被暗一一剑刺中大腿，跌倒在地。暗一，别杀他，找下玉佩。暗一收了剑，摸了摸云韶身上，找出了玉佩。你杀不了我。待挥开浓烟，早已不见了云韶的身影。叶儿，你醒醒啊，叶儿，我是祖父。祖父，救我还不想死。祖父。小姐，苏若锦知道舅祖父想说什么，他蹲下身替赵静怡号了号脉。祖父，我可以保他一命，但他的脊柱被剑贯穿，下半生只能瘫痪在床。好，人能活着就好，能活着就好。小姐，是舅祖父对不起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祖父，我错了，祖父，我错了，是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听信了三皇子之言。祖父，你原谅我这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祖父，松儿，不怪你，怪我，是我对不起列祖列宗，把你和你妹妹教育成了这样罢了。既然这样，松儿，你离开赵家吧。
我回去自会把你从赵家族谱除名，从此以后你和我们赵家再无任何关系。不，祖父，不要把我从赵家除名，不要啊！祖父，我知道错了，祖父，我一定改，祖父，求求你了，不要让我离开赵家，我会死的，祖父。祖父，这些应该就是赵家的玉佩了。一儿，祖父老了，也累了。今天祖父把赵家正式交到你的手里，希望你不要犯祖父的错，把赵家发扬光大。不，祖父，我不能收，赵家还需要你，给我去死！祖父！反正老子也活不了，拉个人垫背也不亏。这个老不死的，非要上来替人挡刀，死了活该！下一秒，赵廷松把剑往自己脖子上一按一拉，鲜血喷出，身子缓缓倒下。你父皇吃的这个丹药正是邪修用孩子炼制而成，里面用的每一种药材药性都非常烈，服用期间能够激活人体潜力，让人觉得身体瞬间恢复了活力，对药物产生很强的依赖性。一旦停用，人体会快速失去生机，直至死亡。就算不停药，服用半年也会因身体衰竭而亡。所以我这三弟是要弑父。你父皇吃这个药多久了？算算时间，差不多有4个来月，能救不？看不出来，二皇子对你这个父皇还挺有孝心的，还想着救他一命。我从出生到长大，除了在除夕宫宴见过他，其余时间都见不到他一面。说过的话加在一起不超过10句，谈感情估计他都记不起有我这么个儿子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他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可能。没有，若是只吃了几天，那我还有把握能把体内的毒清出来。吃了4个来月，神仙难救还有2个月。二皇子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，但不管是什么，你最好是提前部署。三皇子估计等不及了。母妃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这次要不是有舅舅给他安排的死士出手，他就回不来了。少儿啊，没拿到赵家宝库城的钱，你舅舅那边……母妃，父皇时间不多了，若还不行动，一旦父皇有什么意外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这些年我们给舅舅的钱还算少吗？现在父皇全听我的，只要让父皇写下传位诏书，一切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。母妃这就写信，让你舅舅做好准备，到时候配合你。回到三皇子府，来人。殿下，去天宁观取药，然后把天一给我杀了。是。敢用虎狼之药让他不举，就得付出代价。至于苏若锦，只要苏若锦不离开云旗，就先让他活2天。给我盯着苏若锦，别让他离开云城。是。沁娘和英子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爹娘今天带英子外出，说是去买点糕点，可直到吃晚饭，2人都还没回来。小姐怎么办？我这就去找赵小姐，让赵家的人帮忙找。等等，小蝶，这几天沁娘有没有什么异常，或者说有没有见过什么奇怪的人？没有啊，就和平常一样啊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天英子回来眼睛红红的，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她看到爹爹了。沁娘当时很紧张，一把拉过英子和我说是英子认错人了，就把英子带走了。小蝶，你下去吧，记得不准和任何人提起此事。是，表小姐。小蝶离开后，苏若锦带着燕罗出了门，可这次苏若锦没有见到云浩，金娘子也联系不上云浩。苏若锦心中隐隐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，现在当务之急要找到亲娘母女。若如自己所料，他们是被安心公主的人抓走，时间拖得越长就越危险。表小姐，苏公子来了。苏公子，五哥，你事办完了？小妹，爹娘来信了，催我早点把你带回去，就要过年了。苏老弟，不急，你刚回来，多待几天再走也不迟啊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和你详细的商谈一下。苏若锦也听出了赵廷义的意思，他若与五哥联手，真可谓是强强联合。五哥，你来一次云旗不容易，和大表哥详谈一下为好。我也还有事需要处理一下。行，但最晚再过5天就得出发了，不然赶不回去了。好。五哥，你在云旗有人能帮着找找亲娘母女吗？或许有个人可以帮忙。邢小姐，这是我的小妹。不用，我与郡主相识。郡主，所以你是大楚苏大将军之子？邢小姐，那个我也不是故意隐瞒。苏若锦有些玩味的看着两人，他可是注意到了五哥在见到邢小姐的时候，耳根飞上了一抹微红。那个当时我论起来，苏公子算是我们邢家的救命恩人了。他总不能告诉苏若锦自己爬到苏逸婷房顶上打探消息，结果不小心踩塌了房顶，掉到了苏逸婷的浴桶里，与正在沐浴的苏逸婷来了个大眼瞪小眼。苏公子既然是邢家的恩人，不愿据实相告，应是有其他考量，我自也无话可说。邢小姐，我五哥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什么，毕竟他是大楚国苏大将军之子，他虽是个人意愿把粮草给了你，可要是有心人查到五哥的身份，给邢将军冠上一个与他国私下相通之罪，也是很容易的事。邢小姐，请坐。郡主找我，所谓何事？邢小姐，我有个婢女，唤作沁娘，育有一女英子，今日两人突然失踪，想请你帮忙。哦，看来这事背后之人不简单呀。邢小姐果然聪明，我怀疑是安心公主动的手，所以想麻烦邢小姐
姐帮忙找找人。星月刚想开口询问，邢小姐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不愿说，而是有些事你知道太多，恐对你不好。行，我这就让人去查。多谢邢小姐。郡主不用客气。星月走后，苏若锦似笑非笑的看着苏逸婷，五哥加油哦。你个小丫头，懂什么？他们竟然敢！哎，你说这2个人什么身份啊？值得公主把他们关这儿？谁知道呢？咱们这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想做什么谁能管？也是啊，不过对一个孩子用上那玩意儿，哎，我看着都有些难受。苏若锦眉心紧抿，掏出银针，正准备动手。属下见过公主。起来吧，人如何了？一切都按公主交代的办了，人没死。驸马呢？消息已经透出去了，驸马已经知道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公主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地老湿气重，对你和孩子都不好。顾嬷嬷，还不快点带公主离开？驸马是如何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消息挺灵通啊。我听闻公主来了山庄，前来接公主回府。山庄的下人说公主来了水牢，就赶了过来。公主和我回府吧。不急，驸马，你看看这2人，你可认得？公主，我不认识。他刚进来时就已经看到亲娘和英子了。严刚很清楚，若他这时与亲娘英子相认，等待他们母女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不知这2人是何人，如何得罪了公主？唉，一个贱人和贱人所生之女罢了。他们在街上冲撞了我的马车，害我差点撞到身子。驸马说，我该不该惩罚他们？他们冲撞了公主自该罚，不过还请公主保重身体。这样的小事交给下人处理就好，何须劳烦公主还亲自来这里？我先扶公主回去吧。哎，本宫天天躺在床上养胎也无聊，刚好用他们解解乏。古嬷嬷，是公主。驸马，你把这烙铁烙在那个贱妇脸上，让本宫开心开心。严刚顿住了，迟迟不接古嬷嬷手里的烙铁。怎么，驸马这是怜香惜玉了？公主，你知道我心中只有你一个人，哪会对其他女子上心啊？只是你怀有身孕，见这些血污之事对孩子不好。无妨，本宫就爱看这些。既然驸马舍不得动手，古嬷嬷也别折腾了，直接杀了吧。是公主。等等，既然公主喜欢看，我定不会让公主失望的。还是驸马疼我。醒来就看到自己的相公拿着烙铁朝自己走来，严刚每走一步，心里就像被手里的烙铁烫了一下，眼睛渐渐变得通红。亲娘就这样看着严刚，眼里没有一丝恐惧，微微摇了摇头。多年的夫妻，严刚哪会不懂自己娘子的意思？这是在告诉他自己不害怕。驸马怎么还不动手？古嬷嬷，去帮帮驸马。是公主。不用，亲娘，你一定会替你报仇。亲娘疼得死死咬住了嘴唇，再次疼晕了过去。严刚把烙铁扔在地上。公主可满意了？驸马，你真不愧是本宫养的一条好狗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下这贱妇和那小贱种一命？哼，他们若是好好待在唐州，或许本宫会放他们一命。居然敢找来云城，那就是找死。不过本宫心善，暂时不想杀人，算是为腹中孩子积德。驸马走吧，给本宫弹琴，把本宫伺候好了，本宫考虑让他们死得痛快点儿。云慧，我定让你不得好死。安谢公主怎么能这样？这英子还只是个孩子啊！小姐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账得慢慢来算。你说什么？天一跑了？是三皇子，这天一很是诡异。我们明明追着他进入树林，可一瞬间他人就不见了。细菌废物！贫道见过娘娘。起来吧，事情如何了？回皇后，三皇子派人刺杀贫道，想来他应是准备动手了。哼，这老三忍不住了呀！娘娘，皇上那药已经吃了许久，现在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。你看，这事先不急，本宫自有安排。孔嬷嬷带道长去给二皇子看看。是娘娘。孔嬷嬷带着天一道长来到偏殿，有劳道长了。天一道长来到床边，搭上了云浩的手腕，眉头紧锁。道长啊，可看出来二皇子这是怎么了？就脉象来看，二皇子只是风寒之症发作，可这病症不该昏迷不醒。道长，可会是那药提前发作了？不可能，这药若没我的药引引发，一辈子都不会发作，也无人能诊出来。哎呀，那二皇子啥时能醒啊？容贫道试试。待天一道长一通针施下来，二皇子依然没有任何反应。娘娘，天一道长也一时无法让二皇子醒过来。这老二到底怎么了？去把苏若锦宣进宫来，让他替老二看看。是娘娘。苏若锦被宣进宫才知道云浩陷入了昏迷，难怪这段时间连金娘子也联系不到他。长乐郡主，辛苦你走一趟了。娘娘严重了，我先替二皇子看看。苏若锦替云浩诊了诊脉，眼眸微闪。孔嬷嬷，麻烦你和我说说二皇子是怎么昏迷的。回郡主，3天前，皇后娘娘召大皇子、二皇子来宫里用晚膳，用完膳后，二皇子突然就晕倒了。
太医来看，只说是风寒急症，可二皇子用了药，也一直未醒。娘娘这才请郡主前来诊治。苏若锦从孔嬷嬷有些闪烁的眼神中看出，她并没有对自己说实话。孔嬷嬷，二皇子的确是患了急疾，风寒郁结在胸口，我替他施针看看。哎，有劳郡主了。天罗走过去关上了门，苏若锦看着床上的云浩说道：“该醒了。”怎么回事？他刚才已经诊出，云浩之所以昏迷不醒，不过是服用了自己给他的梦幽丸。我这母后想让我娶贾尚书的女儿为妃，我只有用这招能拖一时算一时了。谁不知道贾尚书是孙皇后之人，我要真娶了她，后院哪还得安宁啊？若我没猜错，人家贾小姐可是一心念着大皇子。不过你这样做，孙皇后不会怀疑？我相信郡主，你躲得过初一，还躲得过15。我自是不能拒绝我这个母后的安排，但贾莹莹有千万个不嫁我的理由，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。可我刚才看孙皇后的样子，确实想治好你。她这样迫切，只是为了让你娶贾莹莹。娘娘，三皇子进宫了，去了紫宸殿。看来这老三的腿好的差不多了嘛，去看看二皇子醒了没？是娘娘。哎呦，二皇子，你醒了，娘娘让你过去一趟。我这就过去。孔嬷嬷，我觉得身体还有些不舒服，不如让郡主再多待些时刻，等我见过母后后，再让她替我调理一番。孔嬷嬷，我就在这个房间不出去，一会儿二皇子回来，我再替他施下针即可，用不了多少时间。小姐，这二皇子都好了，你为什么还不离开呀？二皇子既然想让我留下，自然有他的原因，我等着就是了。我这个母后给我安排了件大好事。哦，不是让你娶贾莹莹？比让我娶贾莹莹还好，她给了我个立功的机会，一个大功。随后云浩把孙皇后说的话给苏若锦简单讲了一遍。你答应了？我的好母后把这个大好机会送了来，哪有不接之理？三皇兄的账该算算。这事没有表面那样简单，既然三皇子敢做，就不可能没有防备。你直接这样捅破，三皇子难道就会坐以待毙？苏若锦最后一针下到百会穴时，云浩脸色突然巨变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苏若锦被吓了一跳，迅速抬起云浩的手腕薅起脉来。苏若锦直接被气笑了，好，很好，居然连他也瞒过了。这次要不是云浩刚好吃了梦幽丸，再配上自己的施针，阴差阳错逼出了毒素，他竟没发现云浩体内还藏着一种毒。郡主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躺好，别说话。苏若锦让云浩平躺好，重新开始施。随后他缓缓闭上眼睛，失去了知觉。孙皇后得知云浩吐血的事儿，反而安下心来。孔嬷嬷，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说二皇子是寒气入体，造成淤血积堵，这口血吐出来，反而舒缓了寒疾，是好事。孙皇后放下了心里最后一丝疑虑。你这毒可不简单，要不是这次凑巧梦幽丸里面有些成分与它相冲，我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，都不知道你这是叫运气差还是运气好。算是运气好吧，这样想心里总是舒服些。你倒是乐观，我要是不乐观，早就被这冰冷的皇宫给杀死了。主子，收到密报，青州刺史王进已暗中带兵进京。哦，原来在这儿等着。青州刺史王进正是贤贵妃的弟弟，也是云韶的舅舅。他要逼宫。从三弟角度来看，他也许用药控制住了父皇，再以青州刺史手里的兵力，一招出其不意，逼宫也有可能成功。所以你一早就让人盯着青州那边了？这还是萧师兄当初告诉我的，防患于未然。我这母后这是要以我为饵，诱云韶出手。你要如何做？阿丽把消息透给孙皇后。是，二皇子。我至今还没查到大皇兄背后的底牌。二皇子，我觉得皇后总有一天会后悔把你送到清月山。一切该结束。公主府，安兴得知亲娘被人救走，直接让人把水牢里的侍卫全杀了。居然敢把人救了！严刚，你可别忘了，若没有本宫，你不过是唐州来的一个废物，竟敢背叛我！严刚先是一愣，随后内心狂喜。表面上，严刚一脸迷茫。公主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严刚，你少给本宫装蒜。本宫想着为腹中孩子积点德，所以才暂时放过他们母女性命。你居然敢忤逆本宫！你给本宫等着，本宫定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尸首！严刚刚想解释什么，就见安心捂着肚子，裙下涌出了大量的鲜血。顾嬷嬷，肚子疼，快，扶公主回房。公主还没到生产时间呢，这血再止不住，孩子和大人都保不住了。院士大人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公主出了什么事，我们都活不了啊！驸马，公主现在的情况，只有请长乐郡主过来才有希望啊！院士的意思是让我去请郡主，或者驸马让人去请一下吧。那就古嬷嬷去请一下郡主吧，我留下照看公主。驸马，女子生产乃血污之地，男子不宜在，要不还是烦请驸马走一趟，老奴照顾公主会方便。
业一些。我竟不知，原来府里的一个奴仆都敢来指使我了。驸马，老奴不敢，老奴这是为驸马好啊。那你去还是不去？老奴这就去。快点，再快点！顾嬷嬷和车里的丫鬟没有任何防备，倒在了马车里。顾嬷嬷，顾嬷嬷已经去请长乐郡主过来了。公主，你再忍一忍，等郡主到了，一切就好了。都下去吧，让我单独陪公主一会儿。驸马，要不让下官陪您一起照顾公主吧？王院士，没事的，你们就在屋外候着。慧儿这样难受，我就想和她说些话。有事我叫你啊。驸马，你对我真好。等我生下孩子，一定让母后重赏你。公主，名单在哪儿？安心闻言，脸色瞬间大变。什么名单？哼，公主这么聪慧，自然知道我问的是什么名单。驸马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公主，你的命和你大皇兄的命，你更在意哪一个？若你不把名单交给我，你觉得你能活得过今晚吗？别忘了，你还有腹中的孩子。严刚，你敢！公主想要活命，交出名单，我考虑饶你一命。严刚，长乐郡主就要到了，你觉得你能杀得了我？公主啊，武嬷嬷已经去了1个时辰了，你猜为什么长乐郡主还没有来？你怎么敢？你是云韶的人？一瞬间，无数个念头在安心的脑中转来转去，最后他选择了放下高傲。驸马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我若出了事，孩子也会没的，你如何忍心？难道你要亲手杀了你自己的骨肉吗？只要你让长乐郡主救了我和孩子，今天的事我就当作没发生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吗？公主啊，你这是把别人都当傻子吗？孩子，你敢摸着良心说这孩子是我的？安心心虚的低下了头，他没想到严刚居然知道名单在哪儿。我耐心有限，不想再问第3遍。只要你说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请长乐郡主，否则我不介意让公主府走水，谁也别想要那东西。严刚，你要给我药。严刚不说话，只是平静的看着安心。名单在书房的云旗山水图后面。严刚趁乱来到书房，从暗格里拿出一本册子，翻开看了眼。严刚迅速把它装了起来。主子，安心公主大出血，人快不行了。怎么回事？安心公主突然大出血，派古嬷嬷来请郡主，途中古嬷嬷被人杀了。走，去公主府看看。郡主，你不该来的。我不来，你如何脱罪？他来可不仅仅是为了让严刚脱罪，亲娘和英子的账总得算算。哎呦，郡主，你可算来了，快去给公主看看，她要是没命啊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天也要交代了。上前替他把脉，把了一会儿，最后起身说道：王院士，公主腹中胎儿已死，我也无力，只能保下公主一命。公主此生无法再怀孕。有劳郡主了。你不该杀了古嬷嬷。郡主果然厉害，一猜即中。我不想让安心再活下去，不能再让亲娘和英子因我而受伤了。安心虽做了不少坏事，但她不能死。而且你不是给她下了神魂散，她这辈子再也醒不过来，也不见得比死好到哪儿去。严刚猛地抬头看向苏若锦，他刚才确实给安心服用了神魂散，可这种神魂散只能保证安心昏迷一时，却不能昏迷一世。公主出事，王院士一时心慌意乱，没诊出神魂散，但事后肯定能查出蛛丝马迹。我是真实把神魂散加速融入她的血脉，后面任谁都诊不出来。加上她是小产后血亏，这辈子是醒不过来了。严刚，谢过郡主救命之恩。原来我这个好皇兄把兵养在了这里，难怪这么多年我都找不到。郡主，你看，这里是天宁观，后面是苍兰山。云前把兵养在了苍兰山腹，通道就在天宁观后山。不知二皇子接下来要如何？先让狗咬狗，我再出手。启禀皇上，二皇子求见。二皇子云，皇上，二皇子云浩。哦，云浩，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没见朕忙着吗？让他退下，别来烦朕。皇上，二皇子难得来找你，定是有重要事情，不如见上一面。臣妾可不想被人说以色误国。好，还是爱妃明事理啊。那朕就见上一面。黄仁生，让他进来。是皇上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，有何事啊？父皇，儿臣有重要的事需单独禀报父皇。有事直说，这里没有外人。说吧。父皇，你最近是否头疼愈加严重，甚至有些恶心想吐？太医告诉你的。你若是来关心朕的身体，大可不必，朕好得很，退下吧。儿臣今日前来是想告诉父皇，出现这些症状不是什么操劳过度，而是因为中毒了。此毒正是来自三皇帝给父皇吃的神仙丹。神仙丹中毒？云浩是第二个敢在面前说神仙丹有毒的人，第一个是前任院士，估计现在的坟头草都快有人高了。
云浩，你现在退下还来得及，朕就当你今天没来过。若你还坚持，那就是欺君之罪。父皇，父皇的安危深系全云旗百姓的安康，哪怕今天父皇要儿臣的性命，儿臣也绝不退缩。父皇，神仙丹有毒，简直一派胡言！父皇，神仙丹有毒，请不要再服用了。给朕拿进来，朕要杀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东西！皇上，太医说你不易动怒，消消气。二皇子这样说，想必有他的理由，不如先听他怎么说。好，朕今日就给你个机会，若是没有证据，休怪朕不念父子之情。父皇，您所服用的神仙丹乃天宁观天一道长所制，是以烈性之药，配以孩童之血炼制而成。此药服用可让人瞬间焕发精气神，可一旦停服，整个人的脏器会瞬间衰竭，直至死亡。所以儿臣斗胆，请父皇停用此丹药。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朕如何能信你？儿臣已把天一道长带来，父皇可当面对质。父皇还可宣京兆尹张大人前来询问，这段时间云城是否有许多孩子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他们就是被天一道长抓至天宁观炼药。此外，天宁观中还有炼制丹药的药炉，里面定有药物残留，父皇派人一查便知。来人，把人带进来。贫道见过皇上。大胆，见皇上还不下跪！贫道早已跳出红尘，只拜三清祖师。你混账！来人！方文帝抬了抬手，制止了前来的侍卫。天一道长，这神仙丹是你炼制的？回皇上，正是贫道所炼。可有用孩童炼制？有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欲结此丹，非两名童男童女献祭不可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能化为丹药，修复真龙之体，乃是他们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可有毒？此乃我派祖师所传丹方，岂会有毒？二皇子，天一道长说此药无毒。父皇，这丹药……陈贵妃到。臣妾见过皇上。贵妃怎么来了？皇上为国事辛劳，臣妾亲手炖了燕窝，特地给皇上送来。皇上，二皇子这是怎么了？他说老三送给朕的神仙丹有毒。皇上，这是污蔑！当初皇上身体有恙，少儿吃不好睡不着，害人寻遍云旗，只想为皇上寻来名医。后来听闻天宁观的天一道长手里有秘方，他专门到天宁观苦求天一道长，用自己手里仅有的银钱凑足的药材，才炼制出了神仙丹。为了安全，少儿先以身试药，确保有效，才进献给皇上的，请皇上明鉴啊！贵妃娘娘所说没错。父皇，儿臣有办法证明这神仙丹有毒，若儿臣证明失败，愿意以死谢罪。哦，你要如何做？请父皇给儿臣一条小狗。黄仁胜马上去办。黄公公，请把丹药喂给这只小狗。黄公公把药喂给了小狗，小狗在吃下药后突然开始狂吠，在御书房里到处乱跑。二皇子，你莫不是以为这狗吃了丹药就会死吧？本宫看这狗反而精神了不少啊！请父皇将儿臣打入天牢。这是何意啊？父皇，这神仙丹之毒用在小狗身上，需要3天后毒性才会发作，请父皇让人看管好这只狗。儿臣愿这3天待在天牢里，若3天后小狗中毒而亡，自可证明神仙丹有毒；若3天后小狗还活着，儿臣请父皇判处儿臣腰斩之刑。二皇子云浩禁足皇子府3天，不得出府半步。天一道长押入大牢，待3天后再行决断。朕累了，都退下吧。莫非事情如何了？云浩把药喂给了一只狗，说3天后有结果。现在他被禁足，天一也被关入了大牢。莫非天一会不会把我们给供出来啊？不会，他要说出真相，他也别想活着。不过倒是本宫小瞧了这二皇子，他居然能把天一找出来。要不要把天一给？不可，现在天一真要出事，反而会引起你父皇的怀疑。你舅舅的人已经在分批潜入云城，只等我们发出信号即可杀入皇宫。别急，我们再等3天。天一见过娘娘。道长，这狗服用神仙丹3天后真会死。娘娘，贫道不知。这药是你炼的，你居然不知？娘娘，贫道的药是给人吃的，何须浪费在动物身上？那以你的推测，狗会死吗？应该不会。这药的毒不累积到一定程度，是不致死的，最多兴奋过后萎靡不振。天一，3天后那狗不死也得死，你做好你要做的事。娘娘请放心，天一答应你的自会做到，也请娘娘记住答应天一的。
到时候本宫自有办法把你从牢中救出来，10万两黄金会随你一起送出城。天一先谢过娘娘了。我已经按你的交代，让小狗服用了神仙丹，3天后狗真的会死。不，狗不会死，不但不会死，我还能让它活蹦乱跳的活过来。云浩一怔，这狗不死，那不就证明天一道长的神仙丹没毒了吗？到时候你想办法带我入宫。大楚苏若锦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，皇上万福，皇后娘娘金安。长乐郡主啊，朕听闻你擅长医术，可有此事？臣女略懂一二。既然如此，有劳郡主看看这小狗可还有救啊？苏若锦看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狗，看上去像是已经死了。皇上，论医术，相信宫中太医定比臣女高超，臣女不敢班门弄斧。他堂堂大楚郡主，康文帝没有任何缘由就让他给一只小狗看诊，不给出充足的理由，苏若锦即便知道内情也不会动。长乐郡主啊，这小狗呢是本宫心爱的宠物，不知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本宫请了太医院的太医们过来诊治，都说治不好，这才请郡主出手相助的。长乐郡主，这是皇后心爱的宠物，你可得尽心救治就好了，本宫重重有赏。苏若锦没理会，走到了小狗旁边，先是给小狗喂了颗药，接着拿出银针开始给小狗施针。长乐郡主如何？回皇上，请再等一会儿。小狗发出虚弱的呜咽声，伸出舌头舔了舔苏若锦的手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可是算好时间，让小狗在被抱进来时当着皇上面死的，以坐实三皇子用神仙丹毒害皇上一事。没想到这个苏若锦真救活了小狗，破坏了他的计划。该死！皇上，你看，小狗活了，小狗活了，证明韶儿进献的丹药根本没有问题。韶儿对皇上的孝心天地可见啊！皇上，父皇，这是有人污蔑儿臣，请父皇替儿臣做主。二皇子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父皇，依儿臣来看，这是长乐郡主医术高明，救活了小狗，并不代表小狗不会因神仙丹而死。儿臣依然坚持神仙丹有毒，哪怕今天父皇赐死儿臣，儿臣也如此认为。长乐郡主，你有何见解？回皇上，小狗确实是中毒，而且身中2种毒才会如此。他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变了脸色。皇上，这分明就是有人给小狗下毒，想以此陷害韶儿啊！请皇上明察。有人想陷害儿臣，请父皇派人彻查，替儿臣洗刷冤屈。何毒？一种是数百年前一位道教邪修所研制，以童男童女献祭炼制而成，此药服下有返老还童之功效，但也会加速寿命燃烧。皇上可以理解为服用此药是借未来的寿命达到强身健身之功效。服用之人对此药物有依赖性，一旦停用会迅速衰老，直至死亡。另一种则是断魂散，本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毒药，但和之前所说的邪药配在一起，会加速服用者体内脏器衰竭。这只小狗脏器已经损坏，就算现在我已把毒逼出来，它也最多只能活1年。服用邪修所制之药能活多久？皇上，你给朕闭嘴！再多说一个字，你这贵妃之位也别做了。短则3个月，快则半年，要依服用人的身体情况而定。可有解救之法？若仅服用半月，可完全治愈；服用月余，毒虽不能完全清除，但有药物将养下，可保性命无忧。只是身体会有些虚弱，但若服用超过2月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，时间一到，必死无疑。除了长乐郡主，其他人都给朕退下。长乐郡主，替朕把把脉，说吧，朕还有多长时间？最多2月。如何证明？皇上可否让臣女在你手上施上一针？康文帝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苏若锦在康文帝手上穴位一扎，康文帝只觉得胸口传来剧痛，忍不住一口血喷了出来。与正常的鲜血不同，康文帝喷出的血居然带着一丝蓝色。这是丹药之毒，在皇上体内积累多日而成，皇上的血都带上了此毒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让王院士前来验证。为何之前太医查不出来？你能解吗？若能解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。无人可解，我只能让皇上最后这2月不那么痛苦。康文帝随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传出御书房，房外等候的众人面面相觑，也不知皇上是遇到什么高兴的事了。很好，很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，就这样急不可耐了。来人！黄公公快步走了进来，传朕旨意，贤贵妃削去一切封号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冷宫半步。三皇子云韶悖逆纲常，不遵礼法之举，关入宗人府。皇上，父皇，臣妾冤枉啊！晋国公道。晋国公，贤贵妃之父。皇上，我们晋国公府世代忠良，一心效忠皇上，不知小女犯了何错，要将他打入
入冷宫。少儿一心为父寻药，孝子之心天地可见，因何要关入宗人府？何罪？以仙药之名加害于朕，金国公，你觉得朕判重了？皇上，就算神仙丹真有毒，那少儿也是被人骗了。少儿不通医术，他如何能分辨出神仙丹是否有毒？他不过听人说天一道长能炼神药，替父求药，且以身试药，才敢进献给皇上。此丹药若真有害龙体，那少儿也是完全不知，不知者无罪啊！皇上，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确实不知道这神仙丹有毒啊，当初儿臣也吃过，可儿臣并没有施呀，父皇。来人，把天一带下去审问。孙皇后嘴角轻扬，事情虽有偏差，但总归走回她计划的路子上了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，侍卫回来禀报，天一招了，说是三皇子以性命要挟他，让他炼制神仙丹，包括炼丹的童男童女，都是三皇子派人抓来的。三皇子从一开始就知道神仙丹有毒。好一个有孝心！金国公，这就是你说的有孝心。这显然是天一故意陷害三皇子。若这事真是三皇子所为，他岂会傻到轻易让人查到？敢问二皇子是如何得知神仙丹有毒的？请父皇治儿臣欺瞒之罪。不日前，儿臣曾在欢悦楼偶遇太医院前任刘院士之女刘宇，是他告诉儿臣，谢院士临死前一直都在说神仙丹有毒。儿臣本也不信，刘宇以死相见，说他父亲绝不会欺君，死前托付儿臣还他父亲和刘家的清白。儿臣不忍辜负刘家女之托，特向父皇进言。想不到二皇子还是个痴情的种，青楼女子之话也可信。够了！贤贵妃暂时禁足紫宸殿，三皇子禁足三皇子府，无诏不得出来。天一妖刀打入天牢，待事情查明后再行定夺。都退下吧，长乐郡主留下。所有人都退下后，郡主可否替朕缓解头疼之症？几针下去，康文帝的头痛明显缓解了。郡主，这事你怎么看？皇上，臣女相信皇上自有定夺。不日，臣女将回大楚。今日出了御书房的门，臣女自不会记得此事。郡主小小年纪就习得一身好医术，朕深感佩服。听闻郡主尚未许配人家，朕的儿子也有几个在适婚的年龄，不知郡主可有中意之人？不管是看中哪个皇子，朕定不会委屈了郡主。多谢皇上垂爱。不过臣女在大楚已有意中人，此番回大楚即会完婚，只能辜负皇上的厚爱了。郡主这是瞧不上朕的儿子了，那也无事。云集的好男儿众多，郡主可随意挑选，无论挑中谁，朕都封他为驸马，如何？臣女离家15载，今父母刚寻回臣女，自不愿臣女远嫁。臣女也不能为了自己的荣华做个不孝之女。皇上如今头疾已缓，需静养，臣女先行告退，这就去把针法传授于王院士。今后皇上也时时能有人照看，无需再忍耐头疾之苦。亲妹妹，这大皇子身怀6甲，不好好养胎，怎么还有闲心办什么赏梅宴啊？血！大皇子妃，血！快回房里，快把他扶到我背上。到了房间里，苏若锦迅速施针，一番折腾下来，大皇子妃的血止住了，孩子也保住了。郡主，谢谢你。郡主，今天真的多亏了你，奴婢这就让人带你去客房休息一下，顺便换下衣服。正准备起身，就见大皇子妃红着眼睛，眼里有些不舍，微微冲自己摇了摇头。苏若锦轻轻一笑，大皇子妃没事的，你安心休养，我一会儿再来看你。郡主，新的衣裙已经在里面了，请郡主更衣休息一会儿，晚点奴婢来叫郡主。苏若锦点点头。就在小丫鬟转身的一瞬间，邢月和她带来的丫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丫鬟快速脱下了小丫鬟的衣服，换在了自己身上，朝关梅亭走去。走，人应该快来了。昨天晚上，贾莹莹收到了一张纸条，约她1日到府中相聚，落款正是大皇子的印章。贾莹莹收到纸条后，激动的一晚都没睡着。贾小姐，请跟奴婢来。贾莹莹高兴地推开了房门，走了进去，看到房里托盘上的新衣，贾莹莹小脸通红。大皇子对我真好，不仅贴心的给我准备了衣裙，还是我最喜欢的粉色。待她换好衣裙，坐在桌边等待时，渐渐觉得身子开始发热，有些头晕。贾莹莹起身捂着头，跌跌撞撞朝房里的大床走去，直接倒在了床上。郡主，我来了，让你久等了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大皇子，你可要对人家负责哦。长乐郡主，
今日一过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好戏得多些人看才行。阿月，你回去，我在这看着。好。大皇子妃刚才摔了一跤，险些出事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大家赶了过去，都透过房门隔着的纱幔看到床上翻滚的两人。现在你不用担心孙皇后把贾莹莹塞给你了。我的好父皇给我送上这么好一个机会，不用岂不是浪费了？他居然想用这种办法把你塞给我大皇兄。看来你父皇是打算把皇位传给大皇子了。对我父皇而言，不管三弟是故意还是无意，知情还是不知情，总归是神仙丹导致他命不久矣。仅凭这一点，父皇是不可能把皇位传给他。而我，他也不会把皇位传给一个残废之人，剩下的就只有大皇子了。毕竟他只有2个月的寿命，他自是要替我那大皇兄铺好路。看来二皇子在皇宫里的棋子越来越多了。云浩笑笑，也不否认。既然你父皇信任大皇子，那我们就把他这份信任粉碎。三弟应该很快就要动手，我那大皇兄又怎么可能坐得住？不出意外，马上你就可以安心回大楚了。拜祖父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父皇现在已经不相信我和母妃了。晋国公沉默不语。外祖父，救主的人已经全都进入云城了，只等我们发信号了。只要我们杀他个猝不及防，父皇只有乖乖的让出皇位，再拖下去，我和母妃都会死的。晋国公府也完了。明天动手。本宫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不能怪孩儿子以为是苏若锦，谁料变成了贾莹莹。罢了，先让贾莹莹入府为侧妃吧。母后，儿臣只能再娶一位侧妃了。若贾莹莹入府为侧妃，苏若锦怎么办？你个蠢货，还想着苏若锦？娘娘，这是暗卫刚传回来的消息。孙皇后打开纸条一看，好啊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偏要闯。孔嬷嬷，拿本宫的令牌出宫，养病多年，今天该派上用场了。母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，钱儿，过了今晚，你想娶多少个侧妃，都不会有人管你了。你今天不要出宫了。是啊！皇上，叛军冲进宫了。说什么？是什么人？老奴不知啊，全是一袭黑衣，看不出是什么人。皇上，你先躲一躲吧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，给朕更衣，朕都要看看是哪个逆子。皇上你怎么样了？皇上！皇后一脸惊恐，冲到康文帝身边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！皇后怎么来了？臣妾担心皇上，让钱儿先护送您离开吧。父皇，儿臣先带你离开。几名侍卫护着一行人向前走，云韶和王进持剑挡在了前面。三弟，原来是你竟敢逼宫，就不怕被天下人唾骂吗？这天下可从来都是成者王败者寇，我乃父皇之子，父皇命不久矣，由我来继承大统有何不可？父皇，现在整个皇宫都在我的控制之下，只要你现在写下退位诏书，把皇位传于我，我保证能让你好好走完最后这2个月。你个逆子！父皇，你不写也无事啊，今天只要你和大哥死在宫里，这云集也会是我的天下。云韶毫不在意的挥挥手，身后的黑衣人冲上前，与康文帝身前的侍卫争斗了起来。哼，云韶，你以为凭你就能拿下这个皇宫？母后啊，你和大皇兄都已自身难保，或者你跪下来求我看在叫了你多年母后的份上，说不定会饶了你一命。云韶，你！孙皇后气得发抖，心里却很着急，人怎么还没到？早在之前，他已经让人前往天宁观送信，让2万的私兵开拔前往云城。算时辰，人也应该到了呀。很快，黑衣人把康文帝等人围在了中间。父皇，我劝你还是快点写下传位诏书，也少受一些罪，不是吗？云韶慢慢一步步走向康文帝，云前心想，等会儿三皇帝真刺过来，把父皇推上去，应该能顶上一会儿。谁？是谁？云韶，你以为只有你手里有兵吗？本宫告诉你，今天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皇上，三皇子竟然敢逼宫，理应千刀万剐。你不如现在写下诏书，把皇位传于钱儿，臣妾与钱儿定保皇上安康。母后，你快看！好了，他也发现了问题所在，这不是他的兵。皇上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父皇，儿臣来了。云韶，你若现在收手，朕念在父子一场，定会饶你一命。父皇，你以为邢将军和老二那个废物能救得了你？邢将军带来的士兵数量不过1000人，人数根本不是王进带来士兵的对手，眼看着慢慢落了下乘。父皇啊，儿臣劝你还是写下传位诏书吧。诏书写好，儿臣即刻就让人停手，也不用牺牲更多的人啊。是呀！又有几人骑马带着几千士兵冲进了皇宫。不同的是，这群士兵手里抬着旗，上面写着大大一个萧字。师兄来了。萧彦初勒住了马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师兄。还是菜。萧
小姐，怎么了？难道云浩败了？阿锦，随着这声阿锦，苏若锦浑身瞬间僵住，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的看向门口。自己莫不是太过思念，又加上紧张，出现幻觉了？阿锦，我来了。苏若锦就这样呆呆的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天罗识趣的退了下去，看着这样的苏若锦，萧燕初嘴角勾起一抹淡笑，快步上前，一把抱住了自己想了无数个日夜的女子。阿锦，我好想你。你怎么来了？想你就来了。阿锦，回去我们就成亲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，一天都不行。好。突然，萧燕初觉得头上一疼，伸手一抓，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被萧燕初从头上滴溜了下来，毛毛冲着他龇牙咧嘴，挥舞着小爪子。萧燕初有点头疼，他怎么把这家伙给忘了？苏若锦笑着把毛毛从萧燕初的手里接过来，毛毛立马钻到了他的怀里，躺好不动了，时不时的睁开眼睛偷瞄一眼萧燕初，眼神透着一丝得意。阿锦是他的，谁也别想抢。要不是看在他是阿锦的宠物份上，萧燕初真想一脚把他踢出去。这碍眼的东西。接下来，萧燕初把一切告诉了苏若锦。云浩早已把计划写信告诉了萧燕初，向萧燕初请求支援。苏若锦总算彻底明白云浩的底牌是什么了，他又为何不顾一切的愿意相信自己了？原来症结在萧燕初这里。所以你提出的要求是什么？我的阿锦一如既往的聪明，我要的也不多。待云浩登基后，去开通与大楚的边境贸易往来，成立边境交易市集，与大楚签订100年互不侵犯条约，还有让赵家成为云齐的皇上。我们去皇宫看看吧。苏若锦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既然萧燕初来赵府，说明皇宫里一切都差不多该结束了。父王，儿臣错了，父王，你再给儿臣一个机会，儿臣再也不敢了。父皇，儿臣是想救父皇，阻止三皇帝，并无忤逆之心，请父皇明察。康文帝拿起一本册子砸向云前，豢养私兵，还敢说是想救朕？云前，朕还真是小看了你。这名册不是一直由皇姐保管吗？怎么会落到父皇手里？来人，传朕旨意，三皇子云韶、青州刺史王继意图谋反，押入天牢，3天后施予剐刑。查抄刺史府，府内之人一律斩杀。贤贵妃褫夺封号，赐毒酒。大皇子云前豢养私兵，其心不正，贬为庶人，逐出云城，此生不得回。皇后言行失检，德行不修，废除后位，打入冷宫，进国公欺君罔上，暗中协助三皇子谋反，即刻查封晋国公府，凡国公府内之人一律就地正法，不得有误。其余相关人等由大理寺彻查，一经查实，均以谋逆论处。孙明珠，我们俩斗了一辈子，结果你我都是输家，反而便宜了那个小贱种。你说可不可笑？贤贵妃突然站起身，趁人不备，冲向了殿中的柱子，砰的一声响，她的身子缓缓倒下。你说这康文帝会把皇位传给二皇子吗？他不想。为何？云浩虽救驾有功，可身上有残疾，康文帝也从未看中过他。若把皇位传于他，不就等于承认自己识人不清了？可云浩不是救了康文帝？帝王心术不过是利弊权衡罢了。若康文帝把皇位传给云浩，以以往他对云浩的态度，你觉得他会放心吗？还不如传给不懂事的幼子。苏若锦是理解不了这些帝王心了，不过这事儿可由不得他想不想。这时云浩走了出来，手拿圣旨，云浩直接把圣旨扔给了萧燕初。这可是传位圣旨，你就这样扔给我？给你看看又何妨？多谢郡主鼎力相助。你是燕初的师弟，自该相帮。只不过你们俩何时串通的？这样大的事居然敢瞒着他。萧燕初和云浩沉默了。小锦呀，你和摄政王先回去吧，这是你回到将军府第一个新年，不能错过了。祖母一把年纪了，今年就留在云齐过年，这或许也是祖母最后一次在云齐过年了。是啊，小姐，就让你祖母留在云齐吧，等小年一过，我定派人护送她回去。现在的云齐你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苏若锦想了想，也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。现在的云齐没人敢伤害祖母了，他只得点了点头。老夫人过完小年才启程回大楚，等她赶回大楚还得差不多1个月时间，又得晚1个多月才能到苏府提亲，或者提亲第2天就成亲。对，就这样。回去就让今天见那些神棍挑挑日子。老夫人却像是看出了萧燕初的想法。小姐，你和摄政王的婚事啊，只要你愿意，祖母是同意的。此次我回大楚还要上一段时间，你们也不必等我回大楚，先把亲事定了吧。祖母，你就放心把阿锦交给我，我此生只有他一妻，若为誓言，天打雷劈。好好好，祖母你放心，我定等你回大楚再成亲。好，小锦成亲啊，祖母一定会赶回来的。等小锦成亲，
舅祖父也去凑个热闹。多谢舅祖父。萧彦初可算松了口气，定了亲，阿锦就是他的人了。小锦，等等我！小姐，等我和你们一起去大楚。阿月，你爹知道吗？自然知道，不然我怎么出得来？走吧，我从没去过大楚，刚好有你在，我也跟你一起去看看。过完年我就回来。苏若锦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这马上就要过新年了，邢将军能舍得？有啥舍不得的？我在府里，我爹还嫌我碍眼呢。我去大楚一段时间，让他清静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那好，等到了大楚，我带你好好逛逛。好嘞。邢月笑得灿烂，状似不经意的看了眼苏逸婷，苏逸婷忙把眼神移开，不敢与他对视，心中莫名涌上一丝窃喜。走吧，策马扬鞭，朝大楚的方向飞驰而去。啊，邢将军有失远迎啊！赵国丈，小女可在贵府？嘉悦郡主，他跟着小锦去了大楚啊，这都走了半个多时辰了。怎么，邢将军你不知道？哎，这死丫头根本就没和我说，偷偷走的。我呀，这就去把她追回来。邢将军呐，这人都走了大半个时辰了，你得追到什么时候去？要不就让嘉悦郡主和小锦去大楚玩玩吧，有小锦看着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就有劳赵国丈，有什么消息转告我一声啊！一定一定。半途中的苏若锦接到舅祖父那边传来的消息，有些哭笑不得。感情阿月是先斩后奏啊！罢了，事已至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到时候带阿月好好玩玩，保护好她的安全才是正事。至于阿月能不能从此留在大楚，就看五哥自己的本事喽。峰哥，明天就年30了，小锦和老五能赶回来吗？平儿前段时间就已经发回消息，他和小锦已经快马加鞭赶回来了，算着时间定能赶到。可这样赶路，小锦一个姑娘家，身体可受得了？哎呀，母亲，您别担心了，五哥和姐姐应该很快就到了。将军，夫人，大小姐和五少爷回来了。什么？苏夫人猛地就往门外冲。哎，母亲，你慢点儿。小锦，娘！苏若锦忙伸手抱住差不多是朝自己扑来的娘亲，心底一片温暖。回来就好。哎呀，你看你都瘦了，一会儿娘让厨房给你熬点鸡汤，多补补。娘，我也瘦了呀。大男人胖点瘦点有什么关系？叫叫喳喳的，丢不丢人？苏逸婷无语了，娘这些已经偏的都看不到边了。星月看到苏逸婷在自家娘面前吃了瘪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小姐，这是娘，我来给你介绍，这是云骑骠骑将军邢琴之女，云骑的嘉悦郡主邢月。阿月见过苏夫人。长乐郡主回来了，该动。车后，两位小姐，你们今儿个可真是赶巧了，我们店马上就要打烊过年了，年初4才营业。掌柜的说，今天店里的货品啊，全都削价处理，两位小姐可多挑一些，一年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。啊，小姐，这支金花丝点翠翡翠屏发簪很适合木瑶，这个赤金松鹤香红宝发簪适合苏夫人。小二，这2只簪子都包起来。哎呦，小姐真是好眼光啊，这可是咱们店的镇店之宝，之前掌柜的都舍不得拿出来卖呢，小的这就给您包起来。等等，苏若锦微微皱了眉头，怎么才回大楚就碰上他了？不是魏银霜还能是谁？凤溪郡主有何问题？这2只发簪本郡主要了，给我包起来。郡主，这发簪是这2个小姐先看中的，本店还有其他新的款式，要不小的带郡主去看看？你可想好了，得罪了本郡主，你们这店今天就是最后一天营业了。这两位小姐，要不你们挑挑别的款式吧？凤溪郡主，你确定要买这发簪？怎么不可以吗？既然我们都看中了这发簪，不如公平竞价，价高者得。不知凤溪郡主可敢？竞就竞，有何不敢？我出2000两。这2个簪子之前售价是1000两一只，遇到折价活动算下来是800一只。2500、3000两、3500、4000、4500、5000。小二，这簪子给凤溪郡主吧。好，小的这就去包起来。苏若姐没钱还想和我争，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。小姐啊，对不起啊。长乐郡主，下次记得出门多带点钱啊。高傲的转身就要走，苏若锦不紧不慢的和星月说了一句话，魏云霜猛地停下了脚步，怒不可遏的看向苏若锦。苏若姐，你敢耍我？阿月，我们替五哥多赚了3400两银子，一会儿去找五哥要回来。苏若姐，你敢耍我？你明知道是你哥的店，还装模作样付钱来噎我上钩。凤溪郡主，难道你没听过金兄妹明算账吗？店是我五哥的不假，可我到店里买东西也是要付钱的。若你刚才不来抢，我早就付钱拿着簪子走人了。既然你要抢，咱们是公平竞价，若你不往上加价，哪怕我加到4500两时，你选择放弃，我自也会心甘情愿付钱。整个过程有人逼迫你吗？再说了，你是咱们大楚的凤溪郡主，
我，又有谁敢逼你呢？苏若锦说完，又看向店小二，再把店里其他好东西拿出来看看。哎，好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魏银霜一口气堵在胸口，上也上不来，下也下不去，可又无法发作，狠狠把手里的首饰匣子扔到了地上，转身离开。星运忙捡起匣子，追着自家的郡主离去。小姐，还是你厉害啊！现在不气了？不气了，不气了，白赚了3000多两银子，谁还会生气啊？星月又重新挑了2只簪子，坚持用自己的钱买下，回到了苏家。锦姐姐，小宝好想你。乖，小宝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姐姐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今天大年初一可不行哭哦，别哭了。锦姐姐给你带了礼物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走。萧燕初无语，自己就被这样彻底无视了。星月第一次看到小宝，也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小弟弟。唉，小姐，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弟弟，该多好呀！邢将军和邢夫人都还年轻，你还有机会的。我倒是希望啊。小宝，月姐姐也给你个大红包可好？说完，星月飞快起身，拿出银票，给小宝现装了一个大红包。谢谢月姐姐。小宝真乖，也不知道以后要便宜哪家姑娘了。我长大以后是要娶锦姐姐的。摄政王可知道他的小侄儿要和他抢人呢？小宝，你怎么能这么可爱啊？月姐姐，我没开玩笑。苏若锦也有些哭笑不得，忙打岔道：小宝，我们叫上慕瑶姐姐一起出去逛街可好？好。到最后，除了今日要去皇宫当值的苏自阳之外，苏家4子也一起跟着出了门。胡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他已经感觉到自家王爷周身泛出的冷气了。主子本计划着是带着郡主和小主子一起出来逛街的，哪知最后计划的3人行变成了9人行。三哥，你可得替我想想办法。你看摄政王大年初一都跑苏家去找苏若锦这个贱人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可怎么办？别急，三哥会替你出这口气。小二，这匹布我要了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这匹布明明就是我家小姐先看上的，你抢什么抢？什么你家小姐先看上的？谁拿到算谁的。算了，给他吧，让店家再拿1匹就是了。你再拿匹这个织金锦给我。这位小姐，就面料，我们店里现在只有这1匹，其他的都在库房里。库房远吗？都是不远，就在旁边。那你们去给我拿1匹过来，我在店里等着。小姐，实在抱歉，你看店里今天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人手不足，实在抽不出人手过去拿货。若小姐不急着要，可以明天再过来看看，或者等我们忙完这几天给你送到府上去。若小姐实在着急，也可以直接到库房那边取货，这样会快一些。这织金锦卖得快，我也怕很快就没货了。算了，我过去取吧。付了钱，拿到铺子里给的条子，苏慕瑶带着红绡往库房的方向走去。两人在经过一个小巷时，哎呦，小姑娘，大过年的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要不跟爷走，爷得让你玩得痛快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可知我家小姐是谁？哎呦，脾气还不小啊，我喜欢。小姑娘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家的小姐，但只要跟我走了，以后就是我家婆娘了。我家小姐可是苏大将军府的小姐，你们敢动她，苏大将军府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苏大将军府的小姐，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。伸手就要去抓苏慕瑶的衣服，突然这位姑娘，让你受惊了。这是苏慕瑶第一次亲眼见到杀人，整个人控制不住，转身吐了起来。实在抱歉，是邓某思虑不周，吓到姑娘。在下乃大理寺丞邓毅，刚才这3人乃是被通缉的采花贼，已经有几位姑娘死在他们手里。今日见他们冒犯姑娘，情急之下才动手，吓到姑娘。邓某实在愧疚，多谢邓公子相救。应是邓某失职，未能早些抓到采花贼，才让姑娘受惊了。姑娘，不如让邓某送你回去，就当给邓某一个赔罪的机会。邓公子好意心领了，公子公务繁忙，不敢打扰。红霞，回去不许提起今天的事。是，小姐。皇兄，算算时间，初4秦王就该到京城了。此次秦王是来大楚挑选秦王妃的，朕想为秦王办春日宴，邀请京城官员携亲眷参加。皇兄意下如何？此事皇上做主即可。既然如此，到时候还望皇兄能带朕去迎接一下秦王。好。王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秦王，许久不见。王爷，本王一直听闻你们大楚姑娘长得细皮嫩肉，娇滴滴的，和我们北方姑娘完全不一样。不知你给本王准备了什么样的姑娘呢？啊，若是好的，本王也给兄弟们多挑几个回去犒劳犒劳兄弟们。秦王，等你右眼也没了，成了瞎子，什么样的姑娘都一样，倒也不必费心跑这么远了。说完，他勒住缰绳，调转马头，往京城方向疾驰而去。秦王啊，皇上已经在宫里备下接风宴，
还请秦王随下官一同入京。秦王阴恻恻地看着萧燕初消失的方向，要不是为了他的小兰儿，还有北丽的计划，他哪会跑这么远？萧燕初，你给我等着！小兰儿，自从你来了大楚，皇叔可是日日都想着你啊。姚兰强忍下心里的厌恶，叹了口气：“皇叔，兰儿也想你呀。可我身处大楚皇宫，自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自由了。”哦，本王可记得当初你是以死相挟，让你皇兄送你来和亲的。怎么，你现在是大楚纯妃了，还惦记着萧燕初那个小白脸啊？端起了桌上的酒杯喝了一口，随后一口吐在了地上。呸！这大楚的酒真难喝，淡得像水一样，哪有我们北丽的酒喝着舒服？皇叔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兰儿一心心系北丽，我前来大楚和亲，不正是为了北丽大计吗？萧燕初不过是我的一个借口罢了。真的？姚兰心下有些发颤，不过还是以无比肯定的眼神看着秦王。姚兰14岁那年，自从皇叔喝醉酒闯入自己的房间后，秦王2个字对姚兰来说更像是一个噩梦。不过相对秦王的那些妻妾来说，秦王对姚兰真算得上是疼爱了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小兰儿，有勇有谋。不知小兰儿给我安排的王妃是哪位啊？皇叔，兰儿自是给皇叔准备最好的，定国公府的凤溪郡主，那可是京城人人称赞的第一美人和第一才女啊，在民间还有菩萨在世之称。之前青阳雪灾，她可是捐了1万200银。如此秀外慧中、有才有貌又有钱的女子，皇叔觉得如何？你找谁？请问可是林夫人？不是，你找错人了。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有青儿的玉佩？婉清小姐让我给你们带点东西。男子又从怀里拿出一个袋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满满的金子。青儿这是过上好日子了，不然怎么可能让人给他们送那么多金子？他激动的一把抓过钱袋。青儿呢？青儿在哪儿？青儿是不是让你来接我们？婉清小姐在哪儿？暂时不便让你们知道，但她让我传话给你，让你们想办法混入苏大将军府，之后会有人告诉你们要做什么。事成之后，婉清小姐将保证你们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苏大将军府哪有那么好进？青儿要我们做什么？她到底在哪儿？婉清小姐的下落岂是你能打听的？你只管听话照做就好。小姐，路边好像有人晕倒了。停车，燕罗，你去看看。是，小姐。燕罗下了马车，走了过去，蹲下查看了一番，扶起了那人，给他喂了颗药，又拿出银针施了针。没一会儿，人动了。燕罗把水喂给那人，说了句什么，又从怀里拿了些碎银子递给了那人，返回了马车。小姐，是个孩子，看着比袁弘小上1、2岁，饿晕的，身子虚弱的紧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。我给他吃了一体丸，在神门穴、足三里穴、关元穴施了针，留了些银子。做得很好，走吧。车夫扬鞭驱马，马车缓缓前行。过了约半盏茶的时间，燕罗呀了一声，怎么又有人晕倒了？不是，小姐，是刚才那个孩子，他一直跟在我们马车后面跑呢。停车。醒了。哎，君姐姐，她的眼睛和我的一样哎。看到燕罗后，冲他跪下，磕起了头。哎，不用，你为何要追我们的马车？想赖上我们？不是，我只是想向这位姐姐磕头谢恩，还有把这个还给姐姐。姐姐已经救了我，这个银子我不能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从何来？怎么会晕倒在路边？达普犹豫了一下，没开口。你遇见我们也算是缘分，这点钱没多少，你就拿着吧。你若过意不去，就当我们借你的，等以后有钱了再还给我们就是。一会儿到了城里你就下车，当然你要在这里下车也可以。姐姐，我叫达普，我是从北丽过来的。北丽离大楚可不近，你一个人如何来的？算了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你是要到了城里下车，还是要在这里下车？达普弟弟，你若遇到困难可以告诉我姐姐，她很厉害的，她会帮你的。我是跟着亲王的队伍偷偷来到大楚的。你来大楚干嘛？我来找我姐姐，她在大楚，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大楚这么大，你如何知道你姐姐在哪儿？我姐姐在大楚京城，她是跟着姚兰公主来大楚的。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？阿雅。据我所知，北丽的姚兰公主现在可是大楚的纯妃。若你姐姐跟着姚兰公主来大楚，那她定在皇宫里。你觉得凭你能进皇宫找姐姐吗？只要姐姐在大楚，我一定会找到她。好，那你找到你姐姐后又要如何？我要带她逃回家。你是从北丽逃出来的？我秦王现在就在京城，我若把你交给他，相信他应该会很高兴。不，姐姐，别把我交给秦王，我求你了，别把我交给秦王，那样我和姐姐都会死的。我要如何相信你？万一你是北丽混入大楚的细作呢？姐姐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秦姐姐，行了，一会儿到了城里，你就下车吧，我就当从没见过你。多谢姐姐。
袁弘，你想当将军，有一颗仁爱之心没错，可也要知道兵不厌诈，敌人为迷惑人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将军的一个误信是会导致全军覆灭的，到时候这样的责任你背得起吗？君姐姐，我错了。属下见过盟主。京城来了个异瞳的孩子，叫达普，刚从我马车上下来，你派人盯着他的一切行动，通知我。是。天罗是知道苏若锦暗盟盟主身份的，袁弘却是第一次知道，整个人瞪大了眼睛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袁弘，掌握消息是做一切事的基础，无论什么事，做到知己知彼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朝中为官也好，行走江湖也罢，当将军同样如此。只有掌握了第一手的消息，你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才能知道什么人是自己可以信任的。相对的，你也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一切消息，敌方就很难找到你的弱点，对你造成致命一击。袁弘重重点了点头，有同情心没错，但你得先知道那个人值不值得你同情，值不值得你相帮。农夫救蛇被蛇咬，不是蛇的错，因为那是蛇的天性。若你事先了解了蛇的天性，有所防备，自不可能被咬。别把赌注压在相信别人是好人身上。苏大将军府，来人请郡主回府，说是苏小姐受伤了。什么？小妹啊，先去给邓毅看看，他伤得比慕瑶重。五哥，怎么回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今天我们一起去骑马，头中慕瑶的马突然受惊，是邓毅不顾一切飞扑过去护住慕瑶，慕瑶只是扭到脚，邓毅却被马踢了一脚，吐了血，现在还晕着呢。我就先把人带回来了。燕罗，你来施针。是，小姐。在燕罗施完针，邓毅的身子动了动，随后哇的吐出一口血，人也醒了过来。没事了，应该是马蹄踢中腹部，造成淤血，这口血吐出来就好了，剩下的是皮外伤，擦点药休养几天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多谢郡主。邓公子，你救了慕瑶，应是我们谢谢你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去看看慕瑶。没事，一会儿我让燕罗送个药酒过来，明天就能下地行走了。谢谢姐姐。一家人客气什么？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邓公子又是谁？对不起，小姐，是我的错，是我非要拉着慕瑶陪我去骑马，才害她受伤的。蓝月姐姐，这不怪你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谁也不想出意外的。况且你看我，那这不是没事了吗？阿月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不是你的错。小姐，这邓公子能在危难时刻舍身相救，还受了伤，我们得好好谢谢人家。自是应当的，他的伤不是特别严重，过几天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姐，我看这慕瑶对邓公子好像有点意思，这次邓公子舍身相救，人品应是不错。我问过你四哥，他说邓公子在大理寺风评也不错，若是慕瑶有意，倒是可以把这亲事定下。娘，慕瑶和邓公子算起来也不过只见了几次面，让他们再多了解了解。可是苏小姐的伤很严重，慕瑶只是脚扭的，没什么大碍。你觉得邓毅这人如何？邓毅曾经的榜眼，现任大理寺丞，同僚之间口碑还算不错，你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？我若没记错，大楚的榜眼一般是任翰林院编修，怎么破起案来了？那个案子我有印象，当时京郊马家村一家4口被人毒杀，官府侦查后确认这家人白天与邻居有田地上的纠纷，被邻居记恨在心，当晚潜入家中，把毒投入井里，毒死了一家人。邻居开始不认罪，后来经过严刑拷打，招供画押了。本来此案到此也结束了，可是邓毅有天无意中救下一名跳河的女子，女子正是那名邻居之妻。她说自己相公为人老实，不可能下毒杀人。邓毅觉得此事有蹊跷，自己去现场勘查，结果发现紧挨这家人墙外长了一棵树，名为右血树。这树的花粉有毒，当时也是这株树第1年开花，花粉被吹到了井里，才导致这家人中毒而亡，还了邻居的清白。当时邻居还给邓毅送来了青天大老爷的牌匾。右血树，苏若锦知道它的花粉确实有毒，但这种树很是稀少，大多长在气候寒凉之地。那怎么花粉就只飘到他家？那家人住在村西角落，离村里其他家有段距离。这棵右血树与家里的井仅1墙之隔。原来如此，那棵树呢？知道树有毒，早被村民砍了。如此看来，这邓毅是有些本事的。你怎么对他感兴趣了？苏若锦把苏慕瑶的事和萧燕初讲了一遍。你怀疑这个邓毅有问题？我总觉得所有这些事的发生有些太过巧合。不过你既然都说他没问题了，应该是我多想了。无妨，既然有所怀疑，那我们就多留意一下。若真有什么，狐狸总会露出尾巴。但愿是我多想了。不要当着我的面想别的男人。苏若锦无语，这什么跟什么呀？今天是要给秦王选妃，这家小姐能应付就应付，都唯恐被秦王看上。本宫听闻凤西郡主善舞，曾经一曲惊鸿鼓舞，名震京城，不知今天可否有幸目睹郡主此舞啊？纯妃娘娘，今日未准备舞服，加上银霜身子有些不适，实在无法跳出惊鸿鼓舞，还望娘娘见谅。凤西郡主这是看不起
起本王。魏银霜的脸色白了几分，有些求救似的看向魏太后。秦王，皇上，太后在我们北丽招待远方来的客人，从来都是献上最香醇的烈酒、最好的羊羔肉、最美的舞蹈。本王此次不远千里前来大楚，没想到想看支舞都不行，看来这亲不和也罢。秦王，这是哪里的话？你远道而来，大楚自当招待好。凤熙郡主，你下去准备一下吧。事到如今，魏银霜知道躲不过了，只得应声下去换衣服。魏太后怨恨地看了眼姚兰，要不是她，哪会有这种事？姚兰端起面前的酒喝了起来，就像没看到魏太后的眼神一般，压根儿不在意。魏银霜换好衣服，一曲完毕，秦王眼里有了一丝兴趣。小兰儿给自己准备的这个王妃有点意思。凤熙郡主舞技果然名不虚传，真当得一舞倾城之说。谢过亲王夸奖，大楚人才辈出，善舞者不计其数，凤熙远不及他们万一。凤熙郡主过谦了，来人！凤熙郡主一舞深得我意，就把这个送给凤熙郡主吧。魏银霜脸色一变，身子微微有些摇晃。秦王，这份礼太贵重了，双儿哪敢收？不如等诸位小姐才艺表演完，把这玉佩当成彩头，奖给最佳之人，可好？哈哈哈，太后多虑了，这玉佩本王多的是啊，那还有一整盘呢。站在秦王身后的一个北丽侍女揭开手里托盘上的红布，上面满满当当放着一整盘相同的玉佩。本王不过是看着凤熙郡主跳得好，相赠的一份小礼。郡主既然不敢收，那就算了。来，这个赏你了。宫女哪敢收，吓得直接跪下了。在我们北丽，人人行事说话都大大方方，可曾这样小家子气？来，这给你。多谢王爷赏赐。魏太后见状，被气得心里堵着一口气，又发不出来。这个秦王分明就是故意戏弄人。太后娘娘继续吧，本王看得高兴，自会再赏玉佩。接下来就轮到苏若锦表演节目了。苏若锦想了想，也走到古琴前坐下。要说她最擅长的就是医术，可这场合总不能跑到秦王面前说：“秦王，我擅长医术，要不我给你扎几针吧。”从未听闻长乐郡主还懂琴。长乐郡主实在不会，就不要勉强自己。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大楚。魏银霜话音刚落，就感觉有道视线夹杂着极度的寒意射向自己。他迎上视线，对上了摄政王带有杀意的眼神。一瞬间，魏银霜心底一颤，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不敢再多说一个字。凤熙郡主，要不要赌5000两，看我会不会弹琴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苏若锦这是在提醒魏银霜之前被坑银子的事。你双儿，别影响长乐郡主，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苏若锦只是一个启示，在场所有会弹琴的人都明白，这个长乐郡主会弹琴。安曲，安曲是安曲，安曲乃琴痴安少所作，是他退隐前最后做的一首曲子，也是世人眼中琴痴的巅峰之作。当年此曲一出，震惊了整个大楚。敢问长乐郡主何处习得此曲？你可知琴痴大师如今何在？李某毕生心愿，就望能得到琴痴大师指点一二，不知郡主能否告知琴痴大师所在之处？该死！这苏若锦居然真会弹琴，弹的还是琴痴大师的安曲，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露了脸。李大人，幼年时我曾偶遇一先生，他教会我此曲后就走了，我也不知他现在人在何处。哎呀，也是啊，琴痴大师行踪从来都是漂浮不定。多谢郡主，让老夫此生能再闻一次安曲。李大人，你客气了，能得到你的认可也是我的荣幸。长乐郡主名不虚传，此等琴艺本王佩服。来人，郡主一点小心意。看到秦王送给苏若锦一只玉如意，魏银霜狂喜。玉如意在大楚，无论是皇上还是皇子选妃，选中的人都是赐一把玉如意，只要苏若锦收下，那她就将成为秦王妃；如果不收，那就是不给秦王面子。谢过秦王。好好。姐姐，苏若锦对着他轻轻摇了摇头，让他不用担心。小姐，你怎么能接着如意？娘，这玉质这么好，值不少钱，不要白不要。苏夫人哭笑不得，自己这女儿怎么这么没心没肺呀？娘，别担心，这不是秦王的信物，秦王不会选我做王妃的。皇上、太后，就臣女来看，今天诸位小姐表演才艺最佳者，非长乐郡主莫属。见过亲王。凤熙郡主也在这儿看湖景啊，可真是巧了。是啊，真是碰巧了。郡主一起走走。不用了，太后娘娘还让我过去叙叙话。好，那就不打扰郡主了。亲王，我知道你对长乐郡主有意，我可助你得到长乐郡主。哦，郡主打算如何做？请王爷在戌时3刻左右到东边最边一个帐篷，银霜自可助王爷心想事成。说完，魏银霜也不等秦王有回应，
匆匆离开。王爷，这凤熙郡主是何意啊？他是想把本王当棋子使。那王爷，我们要去吗？去，为何不去？魏银霜，本王倒要看看你玩的是什么把戏。篝火宴开始了，郡主啊，太后娘娘有些不舒服，请您过去看看。让慕瑶跟你一起同去。苏夫人，太后只叫了长乐郡主一人。娘，没事的，我去就来。太后，你这是着凉了，一会儿臣女开个去寒气的方子，喝上一副就没事了。你看，哀家就说郡主的医术比那群太医好吧？太后，凤熙郡主求见。哦，双儿怎么来了？让她进来吧。双儿给太后请安。双儿，哀家听着外面很是热闹，你怎么不去玩玩，还专门过来呀？双儿听闻太后身体有恙，亲手熬了银耳羹给太后尝尝。长乐郡主也在，一同尝尝吧。我熬得多，太后也喝不完。苏若锦看了眼魏银霜手里的碗，并没伸手。怎么，郡主怕我在里面下毒？怎么会？只是有些激动，居然能吃到凤熙郡主亲手熬制的银耳羹，郡主真是太贤惠了。烟罗看着自家小姐慢慢喝着羹，有些焦急。这凤熙郡主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她的东西小姐怎么能吃？苏姑娘，长乐郡主让你过去一趟。苏慕瑶本就一直有些担心苏若锦，一听姐姐找她，也没多想，就跟着嬷嬷走了。走着走着，苏慕瑶感觉有些不对劲了。嬷嬷，长乐郡主，一起走走。好啊，两人往人少的地方慢慢走着。长乐郡主，其实我很讨厌你。彼此。要是你不出现，摄政王就是我的了。凤熙郡主，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这世间就算没有我，摄政王也不会是你的。不可能，没有你，摄政王一定会是我的。你以为晏初哥哥真的是看上你这个人吗？你做梦！他看上的不过是你苏家的背景。若你不是苏家女，你就啥也不是。凤熙郡主，可惜我就是苏家女，谁也改变不了。你是苏家女又如何？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。好啊，我等着那天，你努力。苏若锦，你以为你还回得去？什么意思？放心，我是在帮你，等事后你定会感谢我送你这份大礼。他在心里开始默默倒数5、4、3、2、1。小姐，怎么处理？暗一，属下在。魏银霜是想把我送哪儿？回主子，魏银霜在最东边的帐篷外布置了人手。行，把人扔那个帐篷里。是。有个侍卫来到正在饮酒的秦王耳边，小声说了句。秦王的眼眸微沉。喝，你们喝，我去就回。喝，不许走，继续喝。人已经在东边帐篷里了，走，会会本王的小美人去。烦请通报，我有紧急事求见秦王。去，王爷不在。可我有紧急事，烦请通报一声。哎，我说这位大人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们王爷还没有回来，我去哪儿给你通报？可我刚才明明见有人进入帐篷了，我就只和王爷说几句话，绝不会耽搁太久，请通报一声。这位大人，你要是再不离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见过王爷。苏小姐，苏小姐！一咬牙，抱起了苏慕瑶就往外冲。把人放下！你们可知她是谁？她可是苏家二小姐，岂容你们放肆！什么苏家二小姐？这是太后送来给我们王爷暖床的。你把人放下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小姐，慕瑶呢？慕瑶不是一直和娘在一起吗？刚才太后身边的嬷嬷说你叫慕瑶过去的呀。糟了，苏慕瑶出事了。娘，别急，我们现在就去找，她不会走远。有人算计慕瑶。什么？我去找完颜烈算账？父亲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父亲，三弟，等等，此事不一定是秦王出的手，闹大了对慕瑶不好。对，父亲，三哥，这事儿不是秦王做的。你们如何得知？因为我知道秦王在哪儿。若这事是秦王做的，他为何不在自己的帐篷里等着苏慕瑶送上门？娘，大哥，三哥，我们出去散散步。爹，四哥，你们留下看着慕瑶。阎罗，你也留下。小姐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去看好戏，人越多越好。夫人，我们就听小锦的，就出去散散步。苏若锦在苏夫人的耳边轻语了几句。出去后，苏夫人但凡路过哪个世家夫人，都会打个招呼，约他们一起四处走走。一群人慢慢来到东边的帐篷时，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动静。几个世家夫人都是过来人，一听就明白这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，脸色都变了。里面是谁啊？若是被皇上知道，岂还有命在？聂夫人直接冲了上去，一把掀开了帐篷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敢！里面可是凤熙郡主和秦王啊！聂夫人只觉得天都要塌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得罪了凤熙郡主，就等于得罪了太后和国公府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聂夫人也是聪明人，在这一瞬间也反应过来了，法不责众。若是大家都看到了，皇上自也怪不了他，于是也没退下，就站在门口不动。待所有人看到帐篷里的两人，都瞪大了眼。姑母，双儿是被人陷害的，姑母，你要为双儿做主啊！姑母，是苏若锦陷害我的。为何是苏若锦？因为双儿之前只见过苏若锦一个人，之后就失去了知觉，不是她还会有谁？姑母，你要杀
是被苏若锦陷害成这样的，你们一定要为少儿做主啊！来人，传长乐郡主。苏若锦前脚刚到，后脚就有太监通传。摄政王到。王爷怎么有空过来了？本王听闻凤溪郡主出事，还和秦王有关，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长乐郡主，是你给凤溪郡主下药，才造成这样的结果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敢问太后，可有证据证明臣女给凤溪郡主下药？若无证据，臣女可担不起此罪名。就是你，我之前和你一起散步，走着走着就晕倒了，醒来就是你对我下药，你陷害我，苏若锦，我要杀了你！萧燕出一个眼神，胡青直接上前拔剑拦在了魏银霜的面前。皇上，何时我们大楚如此不讲规矩了？来人，把凤溪郡主看住了。长乐郡主，凤溪郡主是在见了你之后才昏迷的。回禀太后，当初臣女和凤溪郡主从太后这里出去后，凤溪郡主约臣女散步，过了一会儿，臣女就自行先回来了。至于后来凤溪郡主发生了什么，臣女完全不知。你说谎，是你害我！凤溪郡主口口声声说我害了你，那就请郡主拿出证据来。难道就凭我和郡主见过一面，就要把罪责算在我头上？要真按这样算，今天见过凤溪郡主的可不止我一人。当初的药，它是下在给苏若锦盛银耳羹的碗里，得搭配他擦在衣服上的药粉才能生效。可明明他安排好了一切，为什么最后这药会在他的身上起效呢？许是他打晕我，给我灌药。好，既然是打晕你，那郡主身上必会有淤青，不如请嬷嬷检查一下郡主身上是否有被打的淤青。魏银霜哪敢让人检查？且不说他现在一身各种见不得人的淤青，他也记得昏迷之前根本没有人碰过他。对了，你会医术，你会制毒，会制迷药，是你给我下的迷药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请太医来检查一下，看看郡主中的是什么迷药。太医很快就赶到，忙替魏银霜号脉，又检查了一番。回太后，郡主她没中毒。不可能！你个庸医！许是下官医术不精，皇上太后可再请其他太医替郡主看看。传他们替魏银霜诊脉后，跪在地上回禀：禀皇上，太后，凤溪郡主只是有些虚弱，并未中毒。皇上，太后，既是苏若锦收买了这些太医，把他们都砍了！我看谁敢！凤溪郡主这是欺我苏家无人了，随意喊打喊杀。小女若真是犯错，不用皇上太后出手，我苏云峰自当处置小女，绝不姑息。但若有人故意找事冤枉小女，我苏云峰也绝不善罢甘休。凤溪郡主，你说我家小锦对你下毒，现在太医说你并未中毒，请问你要作何解释？或许苏若锦对我用的是什么连太医都查不出来的迷药。那按郡主这个说法，就是郡主想说是谁对郡主下毒就是谁了，反正都查不出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苏大将军，双儿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只是突然遇到这样的事，有些慌了神。慌了神就能随意攀咬人？难道是我家小锦把他送到秦王床上的？苏若锦心想，爹，你还真是真相了。皇上、太后、王爷，秦王求见。哟，这么多人呢！皇上、太后、王爷，我们北利男子从来都是敢做敢当。既然我与凤溪郡主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自不能辜负郡主的一片心意，特向皇上求娶凤溪郡主为我秦王妃。我不嫁！皇上、太后，我不嫁！是有人陷害我不嫁！怎么，凤溪郡主这是看不上本王？壮儿，别胡闹，能成为秦王妃是你的荣幸。姑母，我不嫁！姑母救我！皇上，传朕旨意，凤溪郡主才貌双全，贤良淑德，特封为凤溪公主，以公主之尊与北利秦王皆为秦晋之好。小姐，魏银霜这事到底怎么回事？魏银霜说我下毒害他，他只说对了一半。魏银霜的药只会让人昏迷不醒，并不会有媚药的效果。可苏若锦在帐篷里看到魏银霜时，那模样分明是中了媚药，这一点让苏若锦很是想不通。这魏银霜简直欺人太甚，明明是他想害我们小锦，还想反过来倒打一耙。娘，别急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这魏银霜现在也算自食其果了。我让人打听过，秦王可不是什么良善的主。苏九安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大家都在，为何独去了定国公？因为他在忙，忙得过不来。在忙，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个事儿更急啊？和凤溪公主、秦王一样。有人动手脚了？是谁？还不知道。看来有人不希望他过来救场啊。
底。魏银霜回家要死要活，闹得定国公今天去找了太后，想退了魏银霜与秦王的婚事，被太后臭骂了一顿，赶出了慈安宫。那个嬷嬷不是太后宫里的，是纯妃娘娘宫里的。不过今天早上不小心掉入井里死了，还有2个宫女昨晚不慎跌落湖里死了，还有纯妃娘娘身边那个哑巴宫女，昨天与定国公和魏银霜都有过交集。哑巴宫女就是那个阿雅，犯了错被姚兰用药毒哑了。你觉得是姚兰动的手脚？他不知道该不该告诉阿锦真相。怎么，摄政王不方便说？姚兰针对魏银霜是因为看不顺眼他。摄政王，别人是红颜祸水，你这是不是该叫蓝颜祸水？阿锦，我是无辜的呀，我什么也没做。魏银霜曾多次挑衅过姚兰。姚兰公主千里迢迢来到大楚，本想嫁给萧彦初，却阴差阳错的成了萧晨义的妃子，心中本就怄着一团气。魏银霜一再上前挑衅，被姚兰设计也不足为奇了。秦王在北厉的地位仅在北厉王之下，就因为姚兰一句话，能不远千里来大楚？不愧是阿锦，如果换做我是秦王，我也会来。爷啊，你喝多了，奴家扶你到床上歇息。芸娘弯腰准备扶起他，手却突然一把被抓住了。爷啊，你弄疼奴家了。你在酒里下的药啊，对我没用。我听说只要钱到位，暗盟什么事都能做。5天内我要让一个人至少3个月无法下地行走，就不知暗盟敢不敢接。阁下要谁受伤？苏文周1000两黄金。阁下开玩笑吧？1000两黄金就想伤大楚平南将军？那你要多少？5000两黄金。好，阁下既然能找到我，自然明白暗盟的规矩。定金1半。秦王直接从怀里拿出1摞银票放在了桌上，也爽快。既然事已成了，芸娘就不送了。苏若锦接到消息后有些疑惑，秦王要三哥的命，或是干脆废了三哥的腿，他都能理解。毕竟北厉在三哥手下吃过不少亏，可为何只是要三哥3个月内下不了地，而且是5天内呢？小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告诉芸娘，这事我自会办妥。3天后，一个消息传遍了京城，平南将军外出打猎时不小心摔下马，伤到了腿。京城里所有的太医全都到了苏府诊治，没3、5个月是无法再恢复正常了。可是发现了什么？年后将举办比武大赛，换防人选将根据比武结果来决定。以比武结果来换防本身没啥问题，能力越大的，驻守越重要的地方理所当然。可苏文周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，就不可能参加比武大赛，最终只能被换防到不重要的地方。原来秦王的目的在这儿。你觉得是谁动的手？谁动的手？他动的呗。三哥的脚伤看着严重，其实只要解了毒，1晚上就能好了。苏若锦现在一时没法和萧彦初说清楚背后的真相，只得打了一个哈哈，一切等比武大赛到了再说。正月15元宵节，阿月，待小锦出嫁后，我去云旗提亲可好？好。从他掉入苏逸婷的浴桶，与他四目相对那一刻，苏逸婷就已经印在了他的心中。走，我带你去吃油茶，我知道有家油茶最好吃。好。看来五哥的好事近了，我得开始准备贺礼了。你这五哥叫的挺顺口啊。那是，小锦的家人自是我的家人。锦姐姐的家人也是我的家人。对对对，也是小宝的家人。慕瑶，若是长乐郡主不回来，这郡主之位会不会就是你的了？自是不会，大姐才配得上郡主这个位置。慕瑶，你别多想，我只是有些替你不值。明明你才是苏家养大的大小姐，你大姐姐一回来，苏家一切都变成她的。看到苏慕瑶脸色有些微变。慕瑶，我只是心疼你，把你当做自己人来看，才会说这样的话。你别介意，我只是太在意你了，不想你受到一丝委屈。慕瑶，你是我这些年来第一次心动的姑娘，从见到你的第一面起，我就想把你好好的护在身后，不想让任何人伤害到。当初看到那3个采花贼敢如此对你，我只想杀了他。我不管什么将军府还是什么，都不允许任何人让你受到委屈。慕瑶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保护你，可好？对不起啊，段公子，我没关系，我会等到你愿意相信我的真心那一天。皇兄这么晚入宫，可是有什么急事？你拟了封后诏书，欲封长乐郡主为后。皇兄如何得知？本王是大楚摄政王，皇上有立后，从未与本王商量。看来皇上是想要提前亲政了。皇兄，徐皇后丧期已过，大楚不能无后。长乐郡主贤惠淑良，冰雪聪明，更是苏大将军府的嫡女，自当配得上皇后一位。想来皇兄也不会反对，所以才拟好了诏书。皇上莫不是没听过本王与长乐郡主的传闻？皇兄既然都说了是传闻，那自做不得主。那本王现在告诉你，那不是传闻。本王明天就会到苏大将军府提亲，所以本王劝皇上死了这条心。皇兄，诏书已拟，均无戏言，还望皇兄三思。诏书经过本王同意了吗？想来皇上是忘了，你现在还未亲政，除了本王放手的事务外，其余一切事务均需本王同意方可执行。本王可不急的立后之事，可由皇上自行决定。皇兄，朕乃一国之君，应娶谁为朕的皇后？难道朕还做不了主吗？皇上要娶谁，本王自不会干涉，但唯独长乐郡主不
行。说皇上不信，大可试试，看看你的这份立后诏书是否能生效。本王入宫只是和皇上告知一声，皇上若一意孤行。萧彦初话未说完，转身就离开了御书房。萧承义气的：母后，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受他萧彦初压制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明明朕才是大宠皇帝！萧彦初这是想要反了吗？可这话萧承义不敢说出口，他内心残留的理智告诉他，若萧彦初真想反了，当初又何必让他登上这个位置？母后，我们怎么办？难道真就这样算了吗？他脑子已经闪过无数个念头，衡量了所有处理方法的后果，最后只得无奈承认，他们现在还不能直接和萧彦初对上。皇上，把诏书废了吧。不，母后，朕明天就要下诏书，朕看他萧彦初有没有胆量抗旨，要他敢抗旨，就等于谋反，会遭全天下讨伐，朕就不信他不怕。皇上，把诏书废掉。母后，皇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尚未亲政，立后诏书必须由摄政王同意。若他把这事拿到朝堂上说，皇上，你觉得会有多少朝臣站在你这边？且不说别的朝臣，你又有多大把握苏家会同意？魏太后不敢赌，若是赌输了，皇上，这世上女人多的是，但你亲政之后，把一切抓在手里，又有什么女人是你得不到的？还有5个月，他就亲政了。待他亲政，必将萧彦初碎尸万段。萧彦初，朕与你不共戴天。208台，天哪，208台！黄金1万两，白银10万两，浮光锦10匹，软烟罗10匹，波斯锦10匹，帝王绿翡翠手镯10对，黄金朱雀手镯10对，东海珍珠10壶，南海夜明珠1壶，黄金点翠祥云珠钗10只。碧云琉璃玛瑙步摇10只。岳父岳母在上，请放心把阿锦交给我。我萧彦初今天在此起誓，一生仅有阿锦一位妻子，绝不纳妾，敬她、爱她、护她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王爷，小锦是我苏家的心头宝，无论是谁都不能欺负她，否则不管对方是何身份，我苏云峰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请岳父大人放心，说彦初有一天负了小锦，不用岳父大人出手，彦初必将自裁于天下。呸！大好的日子怎么能说这些话？彦初，快起来吧。谢岳母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给小锦儿准备些毒药，无解那种，万一萧家小子欺负她，直接毒死。我去给小锦儿准备些暗器，萧家小子敢欺负她，直接弄死。小锦儿要出嫁了，以后就不能陪我听曲儿了。哟，这不是苏小姐吗？慕瑶，你认识啊？我不认识。你谁啊？我乃宣仪侯府二公子薛子轩，也是苏慕瑶的未婚夫。慕瑶，你真不认识他？苏慕瑶再次肯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，很好。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公子，你个小贱人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哎呦，还敢骂人，打的就是你。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居然还胡乱攀咬，还未婚妻，我呸！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样子，给我家慕瑶提鞋都不配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不就是个宣仪侯二公子吗？咋的呀？宣仪侯二公子就能无视王法，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子了？什么调戏女子？苏慕瑶是我娘给我定下的未婚妻，我不过就是来同未婚妻说句话，又如何？都愣着干嘛？给我上！把这个刁蛮女人给我拿下！今天看爷不好好收拾她！清月嘴角一挑，眼里全是兴奋，他可是好久没动过手了，正准备出手。邢月一头问号，薛子轩也为这突然的变故惊到，抬头一看，脸色微变。沈玉，你是何意？薛子轩，光天化日调戏姑娘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宣义侯面前掰扯掰扯？沈玉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老子和我未婚妻说话，关你屁事！哦，未婚妻？敢问薛公子，你们宣义侯府和苏家交换过庚帖了吗？下过聘了吗？这是迟早的事儿。迟早的事。薛子轩，就你也想配得上苏小姐，还不快滚！你给我等着！多谢沈世子。苏小姐不必客气，我也是刚好路过。入夜，薛子轩醉醺醺的从醉花楼里出来，回味着刚才美人在怀的味道，突然一个麻袋套在了头上。这种人啊，就欠收拾，就该好好教训他一顿。姐姐，要是宣义侯府发现是我们做的怎么办？怕啥？真要闹起来，我们苏的将军府会怕了他们宣义侯府？谁让这苏子轩不敬慕瑶在前？慕瑶不用担心，这么晚他查不出谁动的手。哎，
刚才那脚踢得爽不？苏慕瑶小脸微红，她从小别说打人了，和人吵架都没有过，但不得不说，那脚踢得真爽。这事儿可别让娘知道。几位以后有这种好玩的事儿，也叫上我可好？你看到了，碰巧路过，成了郡主。行，下次叫你一起玩。好，斌儿，这次天助我也！苏文州腿受伤，短时间内站不起来。这次比武大会，你务必拿下头盔。请父亲放心，别说苏文州不参加比赛，就算苏文州参加，儿子也不会输给他。好，斌儿，只要你能到漠寒主军，为父自有办法让你官升一级。袁弘，若你真的能胜了这局，等三师傅腿好了，我们就一起去漠寒，让你看看塞外大雪风光。好的，三师傅。袁弘，你别担心，输了也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。金姐姐，我一定要赢，不能给三师傅丢脸。三师傅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已是8品宣节校尉了。好，有志气，不愧是我徒弟。阿锦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无事，过来看看。姐夫。袁弘嘴很甜，别人都叫萧燕初王爷，只有他叫姐夫。袁弘好好打，赢了这局，姐夫送你个礼物。谢谢姐夫。袁弘，这人不仅会用刀，还会铁线拳，你小心一些，开局别硬碰硬，找到弱点再出手。好。阿锦对武学也知道不少啊。二师傅教的。小子，你到底打不打？只会像老鼠一样躲来躲去，早点认输，大爷我就放过你。你连我都打不到，还好意思叫？亏你长这么壮，浪费粮食。还知扰乱敌心，还不错。你也不看看是谁教的。三师傅，徒儿赢了，多谢三师傅教诲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你就是我手下的千夫长了。这是答应给你的礼物。谢过姐夫。灿灵剑，兵器谱排行第7的名剑。姐夫，这剑太贵重了，袁弘不敢要啊。你既然叫我姐夫，那就是一家人，收着吧。袁弘下意识看了一眼苏若锦，苏若锦笑着点点头，袁弘这才收下。谢谢姐夫。主人，发现一位异瞳男孩，年纪在11到12岁左右，眼睛什么颜色？一宗一蓝，痣呢？还未能看到，想办法看清。是，祖父，他会是你要找的人吗？明天就是决赛了。一会儿就让三哥腿恢复就行了。据我所知，魏学斌这次是要拿下头盔。魏学斌，定国公的长子。是的，定国公想让他换防的漠寒升一升官职。他很厉害，有点本事，但不多。和我三哥比呢？三哥是3品将军，魏学斌是4品将军，你觉得呢？军中3、4品将军虽不说多，但也不算少。就算我三哥脚伤不能参加比赛，也还有其他人。他魏学斌又能如何保证自己一定能赢？只要到了决赛，定国公自然会让人放弃。看来这个魏学斌也不怎么样嘛。好大喜功，盲目自大。他若真去了漠寒，我要是完颜烈，我也会松口气。你是摄政王，你也不能改变。不给他们玩玩，我又如何知道朝中有哪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？再说了，你真以为你爹这大将军是白当的吗？